的附近啊，对吧？那你可能说打这个练习还行，你把挖大了，然后2段跳跟上，他跑不了太远。但是如果说你的选点没有赌对，那么你这把很可能就要面临最好的情况，也是处理掉机械结鹅。合，那这个点位的话，脸上有先知，应该会直接先追击先知了啊。先知这个位置也只能到这个点，是冲着先知直接去。第一波确实他没有直接选择跳啊，想看一下先知的一个走向，难道拐机械？也没有，还是继续选择在独栋这个方向了。这里要看，要直接进入追击节奏了，想反绕一下，骗到了，反绕到了先知。鸟还没回来的话，可能就有一刀了。哎，这里有一个韦伯的加速，刚好韦伯触发了，但还好冲动在。鸟也是刚刚回来，那这里还可以跟上。先知要被架回中场了，可能说得看前锋那边要不要考虑过来了。双11这种点位可能能限制到寻常的一个颞膝跳，但是你绝活颞膝的话是限制不太住的。2段跳直接过来准备逼鸟了，这落地加速加冲动，这个移速数加的非常的快，选择直接打，移形再跟上，这个时候只有一个飞轮的操作空间，飞轮木牙一个跳，但还是被致命坠击追到了。是的，前锋拉球，但是好像来迟一步。先知这里还是被放了下来。弗莱迪的反应非常的快啊，想再挑一波。那逼出拉球 ，CD 期间就可以放弃的钱了。是的，而且这里还能干扰到密码机。这一波来也没有拖到很久的时间吧，就拖了几秒钟。好消息是外面机械师能铺开了修。而且外面也有3个化险为夷。这脸上等于是2个人在被干扰啊，莫尔斯卡在边上，前锋也没法破译。是坏消息，就干扰到密码机的同时，你会发现这个点位先知是没有办法去2流的。是的，看一下第一波的救援，就陈某人过来直接掏了。对，那陈仔他还可以保一个满状态，一会儿再进行 OB， 就多拖个几秒钟。是。其实，在墓地这个板区比较多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前锋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但现在海明弗莱迪他的一个体力值也非常多。也是有一定的压迫力的。说再次逼出了一点球，交的并不多啊，所以这一波弗莱迪如果回去的话，球的 CD 是能赚好的。是，还是得逼他拉球一波才行。是，这地方敢翻吗？直接翻了，这就是前锋。那这把主要还是陈仔，因为他没有带飞轮，所以他很需要自己板区博弈。哎呦，这一个强行过板，没敢再翻过去，这波跳就很关键了，又逼出了一点球。只要拉球了，那进入 CD 就可以果断的签。这波要不要短球撞救呢？看一下，但是也担心底牌好了。对，他往外走的话，这里有一个无限跳直接追上的说法，但弗莱迪这边好像没追对位置，找到了，再逼一波球，后摇直接打倒，没有拉到板子的安全区域，被这隔板拿到刀了。那这样只能逼的白纸过来救。是。给一刀，这个跳能好，这个距离来得及吗？好像可以救，好像可以救。套上化险为夷，而且还走位扭掉了致命坠击。2个人都躲掉了，这机械师想帮忙扛一下刀，看一下先知有没有机会把下一只鸟吸出来，好像是快好了，9成9 ，OK， 吸出来了。这只异鸟非常的关键，能不能躲掉？没有选择坠击，也是拖到了前锋的志气，但不过前锋手上已经没有多少橄榄球了。男手上还有最后一个飞轮，只能靠这个飞轮来躲下一波攻击了。哎，飞轮感觉能上车啊！飞轮，哇，这一波能拖很久，感觉车到甲门的话，这个密码机已经差不多了。对，有机会能压好。最后一台76密码机，看是谁去补，是 S 板方向。那这里弗莱迪要不顺便把这个前锋处理了呢？但处理了难就活了，可能还是考虑针对一下没有回光返照先知。即使你压好，我能把你先知处理掉，能够保下一个平局嘛？这个时间也是判断的非常的准确。密码机就算开了，求生者那边好像没有单位可以去快速的贴门啊，而且他们好像还是开了。机械师的玩偶是在中场。现在没有人贴门，感觉这个残局来说，弗莱迪还有机会争多，毕竟他的技能马上快好了。对，就看这波有没有机会击倒前锋了。墓地门已经点上，选择先去管门。不过他的体力值其实不是很多啊，直接走到门口的话，那边门也是没有点了。
开门战的木偶是满状态，其实是你带挽留的监管也短时间内处理不了的。是的，不过这里弗莱迪好像发现了机械师的一个位置，机械师想坐车，这样又能够无伤的去拖一会儿至少10几秒。嗯，而且体力不太够的话，甚至你比较难压到起身。哇，好危险！是对于电车的速度把握的非常好啊。再来直接打倒，但是学校门那边也可以打开，最终双方在第1局的上半场是打成一手平局。对的，对吧？其实整体看下来的话，前锋并没得看一下是给到谁，也有可能也像上局一样有3个化险为夷，没错，先知带个双弹飞轮就要扛压了。是的，是的。反正我觉得魔术师应该大概率会去携带一个化险为夷加个双弹之类的。对，魔术以及墓地外的先知。小迷是选在了甲门这一边，那前期的话更多是积攒能量为主了。是的，多存几个充能。离先知这点是选择直接往中场走，然后看一下楼下的一个方位，而且还有那边没有选择进墓地啊，直接在红蝶和卡着一个位置想反绕。哎，梦幻小迷这里追进墓地的话，离先知就要越来越远了。但这里应该也是压迫一下走位，嗯，然后更多的目标还是在哈尔的先知上。哈尔先知这里也有爆点嘛，提前往独洞拉了。是的，第一波的拉点拉的还是挺远的。那在独洞开始进行一波牵制，这里反绕一下，打一下红光，这藤蔓捏的比较稳，稳。没有第一时间交。楼上这个位置，这块板还在啊，还有也是没有直接选择走。平地，哎呦，飞轮碎石直接用飞轮顶了，然后再用鸟去抵挡一波普攻。哎，这个移形是什么意思啊？会不会是点错了？我感觉他有点像是想点藤蔓的。刚才那个距离，不可能去往双11里面移形的，而且都还在地形里。对，这个门架住，哎呦，是走位躲掉，再翻出去。鸟已经吸非常多了，但是这个空地藤蔓也没法交，因为双11那边的板子还在啊。先一个窗弹拉远的话，反而给到了交藤蔓的这么一个机会啊。对的，那咬住以后就能击倒了。是的，那密码机也是接近3台。对于梦幻小蜜来说，唯一好的点就是这个先知他是没有国王反照嘛，尽量不要让他下来以后牵制到不上野，然后可以通电那种情况。如果说化险为夷在开门战之前交出来的话，那他就罩不住了。是，但值得注意一点就是。杂货商是非常怕中后期陪跑的。以目前的密码机来说，套2个化险为夷，密码机有可能扣，后面就要帮先知扛刀了。像这一波无伤救以后，完全可以帮忙扛一下。那边守门人还是选择去补一下密码机。先知鸟快吸出来了，马上够了，可以吸出来吗？可以吸，但是应该不想交了吧？哇，还是交了。交了以后，让自己可以上独洞去进行一波牵制。应该还是不能上。要被架在这个短板，对，一个藤蔓拐过来，藤蔓还是挺有想法的，是一个反向的拐弯藤蔓。这一波把鸟给用掉了的话，下一波其实下来就不一定能够直接活了。看一下梦幻小迷会不会考虑打一下针对之类的。要进行一个换位。对，调音师被通缉到了，来的一个位置。3-1这里有香水，落地刀以后呢也能回去，把他给逼回去，要帮忙分担一下救援压力。这样的话，密码机就没人修了呀，最后一台。是的，可能要开始陪跑了，保哈尔的一个犀鸟。是的，这里救下来的话，这个板子可以帮忙辅助下一下。不过还有是前面刚吸出来一只鸟，所以这一波可能。比较难吸出来下一只，需要比较久。飞轮也好了，再顶掉一个碎石。打断了一波技能，很关键。这边自然交易等于说浪费了，没有释放成功。看一下又一个碎石，也没炸到。密码机最后的50%被迫交出了移形，但是守门人还是可以扛啊。对，而且也有震颤，你再交的话，有可能震颤打断。哎呦，哇！震颤砸头，这一波的配合非常的好。梦幻小迷他眼中只有先知啊！是的，
但是海尔这个位置，感觉你很难处理它了呀。有长板的情况下，不可能被藤蔓给万住的。先来看一下，要7、80可能不够，但是密码机已经亮了，而且移形交过情况下，3个人可以直接点圆点门，然后冲门。不过圆点的门是还没有人贴上，学校门这个距离来看，梦幻小蜜还是有机会可以继续把人给拦住的。一个都没有碰到门，刚碰上。是的，藤蔓也比较有限，感觉还是有机会。如果中场板子都下了的情况下，没错。但他继续往前走，过来下了。 没错，魔术师过来用命下板，但是自己要被架死了。但是你这样下板的话，你自己好走吗？我在想，因为这边甲门有地窖，哇，地窖就在甲门方向，而且手上的道具魔术棒也是马上好了。这位置再交一个魔术棒，只要顶掉一波插刀，哇，掉了，地窖能开启，完成了一波3跑。这个小长窗面前，博弈是比较受限的，但是只要克。 就是能够把这个小长桩给解决了，那基本上这张地图抓人哪里都很快。没错，就是你这样的病患。中场的位置是给到了歌剧，歌剧也是直接选了，可以来个3选1。那这个位置如果这里是选择往小木屋的方向走，想尝试在木屋这个长窗追一下杂技，但其实他是没有携带封窗的。 所以说我们前面说到的点，杂技这里会注意一下，看一下这边有没有带封窗。正在来回走，他也确定，只要你没有封窗，我在这个回速回过头了，而且他找错地方了，但是还是逼出了杂技的一个球。那这个地方是有机会拿刀了。杂技第一时间可能以为他回速过来要往这里追过来，他也没想到歌剧他会往外拉了，所以导致被迫交掉了一个球，只能转出木屋窗这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那就看一下这波反绕大模型还是比较难绕到的。第2块板没有机会下，但是这里提前交回速，怎么说？没有交球，这一刀拿的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接下来闪现马上好了。只要不踩这个火，应该是架在里面。一个反弹没有交闪，开了。是的，这个火也不敢踩啊，踩了以后闪现也不好交。那通过这个反弹可以拉。 很久的时间啊，本来是在那个小屋里面就要被闪倒的，这波等于多赚了10几秒钟。看一下木屋没有地下室，他选择往海边挂，这样的话有可能说可以创造出一个3连。不过病患这里是第一时间就在修海边的遗产了，密码机了，已经有80的遗产了。是，大副也已经提前贴过来。 16能够逼出闪，那后面还有手上道具双弹，说不定有一个不错的26机会，就看一下大副能创造出多大的一个空间了。没错，他要让出这个窗来，让杂技下移以后，地神能把窗台交出来。是的，所以吃刀的位置把窗占住了，那就很难去翻了，翻了可能扣上刀。是的，所以说你救人位的一个吃刀位置，直接决定以上的人一个牵制空间。他可能还是得靠着右边嘛，靠地边缘那个方向去骗歌去出刀。是，这样的话杂技下来是有第一时间的一个转弹射的机会。那这里虞姬者是往小门的方向倒，直接倒了一个最远距离。这样的话，队友的密码机就不会被干扰了。但是坏一点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队友要来救人，那么他的压力也比较大了，容易被拦截。就看一下这一波梦幻小明能不能排到。 还好没有通缉到参议啊，这边火灾距离还是比较远的。他是完全没意料到，竟然会从双11修炼的机子从木屋过来，他都会觉得会从双11过来，所以第一波没拦截到。是，这里还断掉隐月，感觉只能打一个平地倒手艺了。然后帮忙补一下气囊，怎么说？赌一下。是的。看一下能不能再回到小木屋呢？回到小木屋的话，其实是有继续牵制的空间的。 那与秘书这一波就完全不需要省道具了，把所有道具交光，对，给队友多创造一点破译的时间。手上还有一个火球，但是选择往外走，这个距离是比较远的啊。一个回速，前面还有一个火球，还是要被打倒了。哎，出刀稍微急了一点，但应该还是能击倒。没错。 那这里打倒的话，外面的求生者是2个半状态，然后接近4台左右的一个密码机，而且传送也好了，所以这2个半状态，假如还在破译扛压的话，很容易成为突破口。已经在调整了，已经在调整了。到了大副，看一下，那大副那边好像摸得起来吧？
60多的一个调的进度了。OK， 成功哎摸起来，但是他自己把隐月给断了，孟小明只能回溯，刚好脸上是一个病患。他想钓鱼，他就想看着哈尔来破译的时候追击怀尔。哎，是。那这里一个没飞上去，那这里有可能要被快速击倒啊。对他这里应该是想来一个攀爬的，但结果没想到是一个弹出去了，对，比较亏。那这里后面的钩爪不好交，很极限交出来，飞了一个长窗。这一波熟练度还是非常的高啊。当面翻的话，只能在这里博弈了。没错。幸亏大房没有地下室，嗯，所以这里挂人要花很多时间，干脆不挂，直接去控最后一台，也是个不错的思路。这点使用一个技能，选择往小船的方向转。那这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了，这个长窗地形。能不能博弈好？压迫翻窗，留一个影子，不留吗？不留一个影子前一点，然后再回来压迫你翻窗，你翻我再回速，这一波就有刀了。是的，那吃一刀的话，反正继续往外转吧，也无所谓，因为大副那边已经在开新机了。毕竟你传送是刚交过的，哪怕病患在那边破译，也不会有太大的压力。是。那这样的话，梦幻小明开门战就多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就是哈尔的自愈已经交过了。是，而且参议这边是也没有回光返照，这一波把他打倒，然后手椅的时候去进行一点针对，他是有机会能够争到多抓的。对的，道具也没有了，这里根本撑不住。是，还要进行一个换位，就看大副的这一波救援怎么样了，救下来。最好是能够找机会扛一下吧，但我觉得以这种职业监管者来说，他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针对刀会很出色，但是这里是选择先去管，就是逼迫你必须亮机子，你亮了你又是个没自愈的，回速过来。但是直接打到了火灾，看一下传送还有10几秒，雄者第一时间点这个门的话，传送是有机会拦住的，这个门是点不开的。是，直接冲门是很危险的。呱呱会在中场给一定的压力。但呱呱这里反其道而行之，直接冲大门，他有怀表，他能出去。是的，但是门看到了，直接过来。门不够，你怎么出去呢？传送落地，再回头，不知道来不来得及救人。大夫那个位置，哦呦，一刀直接打倒病患。可以不挂呀？是，他知道当时大夫是在修心机的，根本没有人摸。那这个距离还是成功救了下来，而且病患那边没有绝处逢生了。这一波梦幻小迷有机会去争多了，毕竟小门完全没有进度，他现在只需要提防求生者从中场绕回来，去偷偷的摸这个病患。但病患倒的位置也太靠里了。对，大副的位置已经暴露了。哎，这个关键性的隐跃断了，有点小难受。没错，他一直在回头看看能不能找到火灾调查员的位置。对，但是你这样子追的话，火灾那边可能就要掉头回去大门了。现在就心理博弈了。其实火灾没回，对，他在往小门走。那像梦幻小迷躲掉前2段表，看一下，直接选择点门的话，那应该是想着跑一个了，是保着跑一个了。心理博弈上来说，梦幻小迷笃定你不会去摸人，所以这里直接死抓大副。是的，能击倒的话，至少是保证一个3抓。对，当然也要小心，因为病患在往地窖爬，大门是地窖。没错，但是大副这个地方，还是比较久的，能挂很久，非常之久。是的，走了。只能说这一波是梦幻小迷在心理博弈上面大获全胜吧。因为如果最终火灾他是选择回到大门去点的话，那么这一把有可能是一个平局。因为他处理这个大副处理的实在是太久了，他只需要把门给点开，病患他会往门口爬嘛，然后这样你只要再稍微碰一下，那么就可以最终2个人追这个气象学家，他的一个道具不可再生，而且逼掉道具以后闪开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对，而且你道具满打满算最多使用3次嘛，你不像弓箭手他的一个道具还是我冲着佣兵我就去了，但这样弓箭手来又难受。是。但是他来的话，感觉得提前来，因为倒地的话还是那个说法，我先放主球再取人。弓箭手他看一下他走向，先往小木屋去。到时候幻灯师他可能只是先逼一逼吧，然后一会儿把再马基抓手弓箭手。对，我觉得真不能手追他吧？哎，难道他有非他技能交的比较快比较多？就在前期先把你技能逼出来。是，
但是他的道具是可持续生长的呀，就他的技能来说，被砸个头，是，第一个击球点肯定就没办法用上了。嗯。那下一个击球点继续跟上吗？对，直接滚，直接跟上。下来以后闪现刚好好了。哎，人物投影这样教的话，那后面就也不好说，主要是你毕竟现在没有主球嘛。你要看他带什么，他带兴奋，他不是闪。哦，对对对，那带兴奋怎么抓上？怎么拿第一刀啊？哎，反向下板啊，这不第一刀就有了吧？那不对吧？这平地的台球手吸到了，这个熟练度，这反应非常的快啊！在退杆的同时，他主球已经出去了，不用闪现也能打倒人吗？台球手，要不我们在解说棋，我们不在台上呢。夸张。那这边技能还省下来，我觉得可能对求生者来讲，他们都没想到这里有可能是不带闪现的一个台球手，太少见了。不，他们的视角可能是什么？可能是哇，我连闪现都没吃出来。这个是不是兴奋？还得弓箭手来验证一下。这波没抓到，哇！哎，能击球点用的比较奢侈呀。对，教了很多个，教了大概4个，但是还是没有吸到男，而且还给到6轨空间了。没错。下以后还得等到下一个主球才有机会把幻灯师给打倒。来了，但是你下一个主球，他这边技能又好了呀。神射手正在赶来的路上。是的，已经到了。但是这一波在点内被架着，眩晕没有太大作用。没错，一个主球还是吸到了，放远了。没错，还好能击到。没办法，因为他台球手他就只能往外放。这点看一下要不要直接交兴奋。这波兴奋能顶掉一波，还想打7个刀。毕竟你是刚交过后撤避弩的。这里承载已经没有飞轮了，气球刀打到，道具还有5秒钟才有龙骨弓的一个 CD， 那也没办法了，只能白吃一刀走了。那你都带兴奋了，那我什么招呢？是吧？对呀。现在场上的密码机是开掉了3台，幻灯师进入2挂，看一下气象已经是贴到了脸上。这一波救下来，我觉得是很有保的必要的，毕竟你兴奋都已经暴露了，对吧？然后想追击的话，我主球是有可能克制你的，但这边提前交了一个主球，想把气象给关进去。这样主球假如没在手椅上起到一个好效果的话，那很容易被26起来，因为主球还在 CD。对，现在还有7秒钟，在化险为夷期间内的话倒还好，我觉得不要被拖出化险为夷以外的时间嘛。哇，这个冲动的刀气啊！是的。看一下外面气象和弓箭手都是半状态啊，应该会去找机会调整一波。现在下暖雨了。是的，暖雨给到了弓箭手，那这样对弗莱迪来讲可以确定弓箭手的一个位置。那气象应该也离他很近嘛，所以这一波3台半的一个密码机，弗莱迪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进行一个控场的。对，把小木屋的密码机先锁了。他这把没有底牌，所以说是兴奋到底的。对，那这个兴奋就看后面短板博弈能不能帮助自己拿刀了。是，然后也能稍微防一下弓箭手嘛，毕竟弓箭手那边还是有一定道具的。求生者只调整了弓箭手，气象那边是直接开始破译。其实可以考虑控这个海边3连。对，就把角落台放给他们算了。对。但是他台球手位移能力很强嘛，所以他觉得有一定都能控。是的，这排了一下耳鸣，发现掉了，那应该知道是往大门去了。反而是海边那边有2台在破译了，有点亏了。这样的话3连要被破掉，应该是来不及回退了。抓住了，我的天，这个熟关练到了小木屋过来，男这里还交了护腕。想回去的话，但是密码机已经进入了回退状态，在密码机已经开不了了。就这种操作，我一般是什么？是看那种台球手炫技的视频里面看到，把人抓住自己还在那里飞。但他这一把是出现了2次实战打出来。对，这个地方还得再交一个护腕。哇，没了，留在了海边。但是角落的那密码机其实也已经很多了，回退了一点，回退了10%几。找到了承载脸上，先管机，但机子已经亮了。是的，这一下先把打残，这波翻到脸上啊！这里板区博弈是出现了一点小失误，但是也没办法，毕竟他是有惯性的，对吧？你有惯性的情况下，你跑不过他。
主球还干扰了机子。是的，那弓箭手也没法来救援了，毕竟他手上是明牌的一个兴奋，可能要吃回光返照来救援了。对，看一下弓箭手的位置，直接打出去，别打。然后跑过来，但是手上的兴奋还在。哇，这个刀气的把控很极限，打到了最极限的隔窗刀。我觉得正常来讲其实是不太敢去出这一刀的。这波落地有个障碍物，又一刀。现在他需要确定的就是气象的位置，毕竟角落的密码机他也不确定气象会往哪个门走。但是大概率是至少有一个3抓。庄园里来了个新监管，他在庄园里飞。这盒子是要飞啊，感觉是要吃人啊。这里不敢点大门。是的，兴奋省一手，要来偷人。要救援，是的。那这波救下来的话，把佣兵先放进地下室。救援下来的话，那就确定你其实2个门都没有碰啊。对，还是有一定的操作空间的。还有很多。看一下这里，一会儿能不能找机会退杆透到弓箭手的位置呢？毕竟距离还是比较近的。排到了中场气象的一个位置，气象已经没有道具了。落地怎么说？一个板区博弈，板子直接下。这个主球压迫住另一个板子，直接击倒，还能回去。没错，这把气象挂上还能回去。毕竟离椅子那么近。对，现在挽留就算拖过去，其实求生者这里已经没有满状态的人了。有点远，有点跳不过去。可能还得再重新补一下击球点。这个时候惯性很强啊。对。因为都是半状态的，这里看到了弓箭手的位置，而且确定佣兵就在海边，他在来回的架着拖这个气象的淘汰进度，然后来回逼迫弓箭手，其实在给压力，让台球手不敢去把这个挂飞的佣兵给打倒。他如果不在这里的话，那么弗莱迪一定是直接去追击佣兵的。是，但是主球又成功吸到到了，可以击倒。现在弗莱迪得去管门了，能来得及吗？选择先挂求稳一手，那这样的话，小门应该是来得及点开。没错，那应该是双方在第2局要再次平手了，互相完成一个3抓。毕竟主球的 CD 还没好，这个地方应该是来不及关了。是，主球不够。是，哇，弗莱迪，我只能说要的。有很多长板你没有办法在那边进行博弈，毕竟你的回数它的 CD 也是足够久嘛。对，那你想在这些长板附近去博弈的话，可能会反方。那这样的话，应该会直接去大房追击囚徒了，也有可能就抓救人位。好多大师也是追击流都比较喜欢追的角色。这个点是选择冲着大房靠下，然后还是想去追南的桃大师。毕竟歌剧选出来就有可能是为了突破桃大师去的。南这里先一个窗弹拉开一段距离。这边熟练度也是非常的高啊，落地交出了迷烟炉，看一下能否预判位置，预判到了。板，哇，被动打出来了，而且被动释放以后，他走的方向不是特别好啊，甚至冲出了迷烟炉外，就感觉低保，完全不受这个迷烟炉的影响。对，可能就是监管者他特有的势力吧。这个地方南只能再上楼上拖一会儿，下来以后再交一个迷烟炉，应该就是这么一个牵制思路了。求生者这把的密码机因为有2个修机位在外面啊，所以破一台是比较快的。闪现还没好，有没有机会在闪现好之前打倒呢？看一下这块板没有下，医保这边隐约断了，所以必须要现在有点难找到人。好，看到了，能吃闪。对。毕竟你是救人位嘛，而且你的双台已经暴露了，那肯定是没有飞轮了。此时的一个追击节奏来到了1分10几秒，终于把人给挂上。外面的2位修机位破译的非常的快啊，已经接近2台的密码机了。就他俩的衬托下，飞行家都觉得算修得慢的。是，本身飞行家他也是有一个修机错的加速的。这里是把头大师换到了大房边上的一个椅子，飞行家也是提前卡好了。看一下，提前交出了喷射背包，陈某人过来救援。不过头大师下来以后也是不太好牵制了，应该就倒到一个离椅子远一点，不干扰队友破译的位置。对，求生者方已经没有下一个化险为夷了，
所以下一波的救援就得看他们准备执行怎样的战术。他们上来呢，肯定是想争着3跑去的，但这个节奏是不足以他们来完成一个3跑的，我感觉。对，那这样的话及时止损，把更多的赌注压在后面保平，因为已经没什么拯救价值了，没回光返照来救的话又会掉血。是，而且主要是飞行家前面也掉状态了嘛。如果说他是满状态的话，那么不用进行一个换位，对吧？继续让他卡着。外面密码其实好像已经被透到了低保。哎呦，这里如果打的话还救不了人。不过陈彩是用自己的飞轮成功化解了这波攻势。对，打到1刀还能回速呢。是的。那给1刀，最后2台再破1得扛。然后，但是你还有一个回光返照都没有啊，这2个人。是的。看一下，想电断隐月。这个长板必须要好好的博弈一波了。我觉得先把囚徒打倒吧。对啊，不然他一直卡着你，隐月都不好跳，很容易被卡断。哦呦，抽到了。那这里密码机差一点啊，90多把板踩了，还是直接回速。这边囚徒也暴露了自己的一个强电流啊，现在手上是没道具，所以他只能赶紧往外跑。只要拉开，一人点大门，一人点小门嘛。是的。看一下低保的一个方向吧，选择往大门方向走。陈某人的飞行家点了一半，应该是直接放手了，想在那边卡着一个恶名。看一下低保有没有机会排到。有悬停背包。是的。所以这一把还有后面开门战拖的一个机会。先把电踩了，然后看到了脚印。这一波回速的话，地窖的位置是在河道那边。这里有可能往地窖飞的。对，他是能拉很远的距离的。他应该击倒以后要考虑传送一下，直接交闪，怎么说悬停？哇，往地窖飞，但是门还不够，门还不够，不太够，门只有70多的一个进度，这击倒必须得挂了。对的，对的。哇，这2刀有点急了，悬停喷气背包还差几秒钟的一个 CD。对，那最终就是一个平局。低保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嘛，毕竟现在他们手握优势。是的，监管者能保平不被对方求生者突破就行。其实当时低保在囚徒救下来人以后，他早点把囚徒给打倒，看你的熟练度如何了。然后这张地图的话，只要安息之路放得好，很有机会挂到地下室。对，毕竟他地下室的位置还是处在一个比较4个人，你可以自己选。这样的话，邮差在河道方向其实还是距离比较远的，拉队员在大房应该想骗一下，想把爱哭给骗到下。所以先看了一眼大房，但是人应该还是会往邮差那边去找。就看一下中场这里佣兵，反正顺便干扰一下吧，应该不会考虑深追这个佣兵吧。顺带压迫的同时观察一下邮差的拉点。没错，那这也是找到了邮差。参议的第一波牵制绕到了一点身位，到脸上了。对，这波还是自带一个紫火。这个紫火看一下能不能再种一棵树，放一只狗干扰一下你的走位，身上2个紫火，这一波进板很难躲了。狗回来咬到了，拉火的时机刚好被狗控制了。是的，但是现在还是架到了一个地图边缘，有没有机会拉火？就算空了也可以拿刀。对。这距离张狂马上开技能，安息之路是可以赶上的。选择直接交移形，非常的果断。那这地方可以进板，手上是有飞轮的，但是参议这里被骗了出来了，也没敢在板区里面待着，因为下是是不是？看一下没有挂，是还是选择挂到上面了。看一下求生者后续的一些配合吧，我觉得其实是可以考虑，要不直接卖的，对吧？有2个化险为夷在外面，只要能够保证自己不双倒的情况下掏出来，还是要无伤了，的，无伤救了，那是很赚的。因为其实爱虎鬼也是一位很需要到达2阶的监管者，下一刀尽量是不要给。看一下能不能找机会放一只狗，然后来，是选择交了信件，那这里。万小明也没有打，拉队员顺路路过，看一下，想挂到拉拉的下一台密码机去吗？亚斯刚才是在中场的，但他可能没有时间打算挂，他就怕挂了以后求生者卖了，所以他挂外面让你来救，但他救人在手椅方面呢，他其实也没挣到东西。这一波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不救。
现在他也没是着急真可以卖了。卖了以后，3位满状态的穷者去打2台2台空的密码机。再放一个安息之路，但这边飞行家很神秘，好像到脸上了。哎，他想尝试救一下，那这边这个火看一下悬停，火没拉到，又是个无伤救，还给了26空间。没错，但是打到了飞行家这里，邮差其实下来以后他不太能牵制了，只能多活个20秒吧，感觉。放一只狗，拉回来能解插吗？哦，还是翻了进去，那倒到楼上吧，让监管者这边爱哭鬼多挂一会儿。第一时间摸飞行家，整体的一个沟通爆点运营还是很到位的。没错，接下来就看梦幻小明要突破的话，一定要去续上2手节奏。是的，而且他移形已经好了，看一下拉队员那边也是直接放手，没有敢进行破译。其实接下来破译的这个任务大部分要交给佣兵了，让佣兵来扛这个压，顶这个压力。他破译的话，先把爱哭鬼的传送或者说移形给逼出来，然后呢，其他的2位，像特别是拉队员，他才敢破译。正常来讲，拉队员他其实是传送落地，他基本是很难牵制的一个角色，哪怕你有双花球，对吧？但其实有减速圈的一个抵消的存在，等你进入减速状态，他再拉火，还是有机会秒你的。其实没有挽留的爱哭鬼打这种节奏，一定在椅子上要占便宜的。这一波这样打下去，即使你能开门战打出一个人压起身，那你也会暴露自己没挽留的这个事实啊。对，主要他现在底牌还没交，穷者有可能还会认为他是一个张皇挽留加移形嘛。这里再交一个护腕，但是2台密码机的进度已经很多了，1台70，1台50。对，磨得很多，而且求生者爆点很快啊。你这边底牌一切 OK， 那求生者就开始稳稳的调整了。就哪怕你外面追人打成半状态，他能调整他就调整。我知道你没有后期了，对吧？没有挽留的，我只要蹭到这个密码机通电就可以了。哎呦，拉到了，这背包有点亏了，交完了以后吃的这个火。那现在自己的道具也进入 CD， 人还要被架在原地。这里可能可以挂到地下室。这地方再圈减速了，背包还没好。是的，我拉到以后要考虑挂地下室吗？直接拉倒，这一波得进地下室了。进地下室，求生者其实可以直接亮。佣兵的控场能力，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他们还是选择救一波，佣兵已经亮了，准备贴过来了。毕竟有回光返照嘛，但是其实有回光返照，对于爱哭鬼2阶的这个地下室还是不太好出来。火可以压起身，对，它是不太好出来的。但飞行家也有道具，也有道具可以出来。哎，佣兵已经在下面了，没看到吗？有点太神奇了吧？走下去的，甚至连护腕都没交。梦幻小明已经提前在上面布局了，树都给他拆了，下面的。对的，这边人偷下来，压好了，直接让飞行家拆，为时已晚啊！我觉得要不考虑下面，哦，直接打，还打了个实地插刀。对，飞行家好像也没出来啊，哦，终于出来了。那这个地方看一下能不能压一波起身，那前面应该会荡神，荡过去的一瞬间，然后通电，是的。这里不仅躲掉了火，还躲掉了出刀，地窖就在脸上，穷子还没贴门，火拉了，那这里关键是暴露了，没有挽留了呀，击倒一个人都困难，何况要3抓。埃尔直接在这里牵制，你要不管门，一会儿就是一个3人3跑。对，硬躲火就行。哎呦，拉到了，然后再补一个移形，这波地窖上躺，逼你被迫要挂我。但是对于门口2个人是完全拦不住了。是的。那也是恭喜 JS Link 在跟德物的对局中获得了胜利。是的，而且他们已经是2次面对德物2次的获胜了。是，有点没想到，我只能说，就是一支民间队伍在今天找你的园丁，再加上我携带了一手闪现这样的技能，你根本留不住。是的，此时就是跛脚羊所开心的，但是你的园丁不开心了点了。对你了，那么我们的队友也就不会需要去藏，对吧？去拉点，上来都可以进行破译。那密码机就是第一时间的快了。选择小谎言选择在了中场的位置，那这样子封的大概率会是双11那边的密码机。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先去往大门，想把大门这边大副的怀表先逼掉1、2个。对的，同时也可以压迫到穷者的一个破译嘛。是。当然，如果大副这边给机会的话，小谎言还是可以追一下的。那上来要是能直接拿刀，我就直接选择吞掉你这个化血梅一了。对的。
有一点想死灰的样子。想一直在骗，他想后撤，这个维龙看能不能直接把你的怀表给你骗出来。但大副很稳，你不交维龙我就不放。对，两边都是心理博弈非常稳健嘛。是干扰到了2个人的密码机。因为小船这边也是跟着一起在拉点，他选择是给到大副这边，我让点位，让你来牵制，对吧？我换。这边时间快来到开局时间快来到50秒，可以去找一下园丁了。没错，园丁这边盾马上要消失，这个满愿力的跛脚羊牵制压力会比较大。一个维龙是想要直接把这个板去给架住，但是时间还是打到这个盾上，刚好是结束的最后2秒钟的时间打到了盾上。没错，再过来想要拿刀，园丁这边进行一波反钻，留个板区，看这个板能不能玩的比较好了。好像这个龙维龙还有机会能废。不敢翻吧？哦呦，打了大的这，还好说是这个笼子持续时间结束了，没有说直接被击倒。他是觉得我能翻过去的话，就是海阔天空了。对，而且还能吃出对面监管者的一个闪现。对，这里是一个盾，主要还有一个飞轮，看怎么操作。哎，双方都在预判，这个维龙是不是有机会能消掉啊？飞轮招出来，的，再钻，再补上一个笼子可以完成击倒。但是可以看到，目前开局已经过了1分30秒了，场上密码机掉得飞快，快有塞台了。对，而且这把是什么？3个化纤唯一的阵容。你虽然园丁携带了一个化纤唯一，但是另外2名求生者还有化纤唯一可以给你引发。嘉恩其实也在旁边，可以让嘉恩先进一波守救。想挂双11吗？如果说是挂双11角的话，大副其实就可以进一波守救了。对，这边闪现交过了，可能救援压力也不是很大，不大。但是这边通缉的是大副。可能还是需要队友这边稍微给点压力，还是让大副来吧。你要是2个人再过来一搭，我其实觉得这个密码机有点不太够了。就看大副这边怎么扛他了。只要他自己一个人能把这个人救下来，这个局面其实就能打一个4人看门战，因为他们去能拖这个化险为夷，硬打4人看门战。对的。先拿一刀，身位是可以足够贴近椅子把人救下来的。大副不能双倒，你先跑。园丁这边是得需要倒走，看能不能倒到大门吧。对，想打一个园丁的针对。他想倒到木屋附近，但你要倒木屋附近，其实这个位置能再去想着办法看能不能看到大副了。这边的话可能想去让密码机破译更快一点，但是没有注意到带有大副的一个位置。是的，大副因为他必须要把这个双11的密码机给它破掉，然后才能去补到那边的木屋的密码机，让木偶师这边来进行一波2救。但可惜在于是你走的这边的路线，你正好干扰到了一个双11。是的，打跛脚羊这类比较强势的监管者的时候，还是要第一时间远离队友会更加安全一点。对，没办法，现在木偶师是必须要过来再补上这个化险为夷的，拖到这边的大副自己能把这个双11的密码机给他补开。但现在的局面就不是很能去打一个4人开门战了，是会先完成1个人的淘汰。等等，小木的密码机甚至也起不亮，好像是97吧？木偶师这边想强行摊开，但是也是被小谎言抓住了机会。不过这个后撤跃龙没有连招出来。先手打到园丁，回去再把自己的木屋密码机给补开。这里再带点的话，绝对不能带到双11了。你再带双11，大副这边是唯一的谨慎怀表，可能都需要交出来了。而且还是没有自愈的，对，会倒在1缠会比较危险。是，只能倒在一个木屋附近偏角落吧。对，目前看下来的话，这个局势比较偏向于一个平局。园丁淘汰了之后，大副的双11密码机也可以压好。是的，密码机要直接亮了。他得拉开，他不能说是给到跛脚羊一个围龙直接快速到脸上拿你这一刀的机会。对的，到时候你这个怀表即使摇了，可能都没什么用。没错，最后通缉显示了1秒调上师的位置，知道他在破译，想打预判没能打到，这刀要是能打到就能3抓了。交出1的话，再回身捡一下自己的香水，一套连招行云流水啊。是的，尾速可以安全进板，因为他自己有一个被动嘛。对的。躲了一刀，再翻过去，肌肉记忆发力了，帅。对的，这波再往回走，看一波博弈了。但想要走这个地窖有点远，是在双11吧？一波回香顶200大的位置，一个护盾强行拆龙，骗监管者钻过来之后还能博弈吗？又废掉了这个龙子，而且他的香水又续好了，双11就是地窖，难道说可以走这个地窖？但这个位置差了有点久，愿力值这边还差2点，再补。提前放出香水，这里就硬等啊，看你放围龙，然后我再回。原本人想要木压，但这里是还是进行一波预判出刀，可能会差一些距离，不太好走。哦呦，再躲一刀，难不成躲了一刀回去了？等等，这个地窖有机会跳了，完成了3把。哇，这一波真的就是调香师他一个人把对面求生者拉点。没错，带个双弹，其实就把你这个窥视者的点给你破掉了。对，就是一个抉择。两边一个互堵。小船里面的位置，大副是站在小船外侧的位置，保护一下幸运儿以及大船的飞行家和小木屋的气象学家。是。
进入比赛画面，看一下开局有点想找木的磊磊，找气象吗？找气象这点位3级云直接就可以飞大船了。对，感觉还是想去了。 有点想追，但是他携带的技能是一个窥视者，很容易被气象一个层云飞走啊。因为他这边视野其实就在看你，如果海策这边的方向往大船去拉点的话，那他就其实不太想追了。但是你一直没动啊，你这个点位你这么大胆，那我就直接进行追击。没错，这里位置拉不了，下注，但是强风也是干扰了一下你这边拉弦。没错。但你接下来 CD 他这个琴弦其实更快啊，对，其实是有机会的。看这个琴弦能不能拉中，哦，有机会吗？ 往这个对面，拉中了，拉中了，这样子拿到就非常快了，而且在转为前面的海侧位置是有一个窥视者的减速的，很危险啊！因为你现在你进行一些板区博弈，你拉开点位并不是很远，对，一个拉不开，一个反弹，但是因为身上有减速，还是拉不开距离。甚至我觉得这点位有点紧张了，你这个窗户不敢翻啊，你翻了其实就会倒地。对，被击倒了。开局59秒，小提琴直接完成了一波击倒，太大胆了，而且就在椅子旁边，可以直接续上这个挂椅节奏。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太大胆了，在海侧一直就是说是顶着脸修，我不管你监控者有没有过来，我就是要修这一台。对，其实这波求生者可以考虑卖掉或者只救一波，因为小提琴的救援压力实在太大了，你没有办法保证大幅救援第一波会不会双倒。没错。 因为小提琴它有个一阶，我可以在旁边椅子，我就一直背靠椅子嘛，背靠椅子，然后去干扰你外侧求生者的一个破译嘛。是的，又能干扰，而且你这边救人的时候，无法就是说是看它中间的一个时间，我直接去上手救。对的，这边是可以看到双11的密码机在抖的，以及大门和大船的密码都在抖，大概能锁定求生者的一个大致方位吧。没错。刚刚看应该是幸运儿摸了半颗球啊。哎，有点想压满救一波的意思。 这里能成功的救下来吗？哇，掉的一根弦很惊险，大胆拉！这边会有一个博弈的风险啊，就以博弈，想打针对。其实他卡在中间，就是为了让那椅子下来的时候，我直接打一波针对的，还想预判。哦，就哎，有点危险了吧？哇，无伤救援，这波可以说狮子这个临场反应还非常老道的，还好。对，如果说是他受伤了，其实这局势啊，对于监控者就是比较赚的，而且他拿到你伤了。给磊磊这边提供了一个2次限制空间。对。但接下来还要再帮吗？其实没必要再帮了，想要再帮忙补一下口，好躲，甚至躲掉了琴弦的一个伤害，又当板，然后还要躲掉这一个琴弦，还想再卡一拉满，还想再躲。但是小提琴这个监控者他其实不是很害怕卡到，就看你这个琴弦的命中了。但你这一绕路，其实就有点伤，先提前拉，进行超远弦命中了，就是绝活提琴。 对面也没有能想到，对这种弦真的是防不胜防。是，华特地下室，其实这有点想切传送了。这个时候要看一下外侧密码机有没有抖，没有抖的话可能不太有追击目标，想要直接走出去。而且他要去防一下有没有可能抖的这台密码机是幸运儿的机械傀儡。没错，一旦外边密码机它要是晃动了，它肯定会果断的切传送，对，进行追击。就不管你外边的人是谁。 你这只是个飞行家，他也要出去逼这个道具。这边可以让飞行家作为一个抗压位，因为他有悬停，是可以的。那飞行家这边一定要撑住，因为马奇在修了，那直接切传传送到大船飞行家，传了过来。这个点直接招一点机会都不给，然后再往双11那边没有密码机的地方进行一个拉点，是拉开了超远的距离。大船密码机需要有人来补。大幅到前面的话，它就有一个拉弦命中的机会了。是的，幸运儿是直接开始去补密码机了。 几个喷气背包现在就剩一个了。的，再拉距离不给你一个拉弦的机会。是，有超男有反弹，但现在不太敢去进行一些交互点。这边还差2刀才能开出2阶。再拉金弦不敢翻，但这里不能被奇迹弦直接给拉中，直接躲。2刀弦，那打一刀，硬吃一刀。现在也没有2阶，密码机好像是能直接撑住的。对，而且你刚交过一个传送嘛，对，这边直接贴门走门就可以完成一个保平了。完成保平，看求生者愿意这样吗？ 因为他现在溜的点是接近一个小木屋的，离小门有点近。对，但是3跑的面得看飞行家这边怎么牵制地窖。是，因为化险为夷是在他的身上嘛，还能再牵制。幸运儿去开大门了，小门这边是大副。对，如果说幸运儿想要摸一把枪，那毫无疑问就是他们想要去争一波3跑了。这边应该是2个求生者分别点2侧门，然后完成一个保平。没办法了，击倒这边的飞行家。对，平地刀。 应该是会直接出，应该会直接出，因为幸运儿他已经摸过了一个机械傀儡嘛。是的，他这边双11的箱子是被摸掉了，你看，没有特别大的争胜面，除非说你要去强行拼。
对，小提琴也没有挂到门口，没有化险为夷嘛，没有能去争的点了。哎，难道还是拉球跑了啊？没有难道说，你把那个难道直接给去掉。说化险为夷的话，可能还有机会；没有化险为夷的话，想争还是有点太困的一个选点吧，就是木屋选一个，废墟选一个，医院，然后再加上一个大门。可以，这是一个比较抗压的选点，但是因为对面的监管者是杂货商的缘故，你要选在木屋的话，你牵制压力会比较大。是几个比较无敌的一个板窗会通过一个开门而化解。哎，他把木屋点位是直接让给了画家，然后医院是让给勘探员。佣兵是选择站大门，对，那么密码机可以直接去破译3把。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可以对小木屋进行个追击。对，杂货商在破解小木屋这样地形的时候是非常具有优势的。是，这里甚至还是有个第2式。对，先吸一个自然交易封住度，直接交出藤蔓，非常自信。但是没能缠到，被磊这边扭掉了。是的，再吸个中心之托。前面的话好像不一定有拿到的机会，能翻窗甚至都可以。哇，直接交化了，以本为主，直接交化进板嘛。没错。再开一个门，C 10没有扎到，被躲开了。但这个板区的话，可能有一个给刀的机会。这刀应该是能拿到的，对，能拿。选择硬吃一刀，然后再把自己的话给续出来。不过这一波可以算是磊磊完全操作到了，因为他现在蝇头小利有点续不上，不到进行一个跟进。医院的人其实可以过来帮个忙了，因为勘探员就在医院里。要帮吗？还是说想让他想让他自己一个人进行牵制？对的，看能不能把这个技能先逼出来。哎，我超虎能翻，那这个藤蔓其实就废掉了。得看如何利用自己的一个闪现了。这手里就算是有闪现，不太好跟啊，因为你现在过去的话，就会看到这幅画，想硬躲，还是躲不开。自己的一个视野。利用看画的时间，可以直接往医院进行转点。但他这波得往鸟笼方向转点，因为得规避一下监管者的闪现，不太好追。你只要往鸟笼去翻窗，那么勘探员就能过来帮你吸，联动就打起来了。路口给你封住了，这个自己也是必吃的。再一波超远的吸，注意一下队友，只想换追了，哎，有点想换追。但是勘探员现在手上有磁铁，并且还有飞轮，稳牵制就行。对，飞轮破一波碎石，但这波要小心闪。这个磁铁不能交，你这个磁铁要交的话，直接闪现就过去了。想交，但没能打出来。还是不考虑闪开的话，密码机节奏就会被拖住。是，现在密码机已经3台了，再吸，想藤蔓加碎石再加刀。那这样子的话，你手上蝇头小利续不上，可以进行一波拉点的，没关系的，因为现在密码机已经完全牵制够了。对，到时候就要看佣兵怎样进行救援了。而且马尾这边是携带了红光返照的，完全不用担心。勘探员现在是能拖一点是一点。现在手里有闪现，看能不能再把这个闪现给逼出来。闪现只要逼出来，到时候佣兵过来救人，他这个压力就会少许多。对，再开一个门，C 10一直在骗。命中。但是这个碎石交的不是很好。还弹开了，其实刚才感觉闪现开刀架住勘探员，击倒节奏可能会更快一点。他不舍得。现在就是在于他在追击，对他追击方面现在已经是亏的太多了。如果说是把闪现交给勘探员，他在看门战他都没有说是能用反制的手段。对，这样子的话反而是让马尾这边牵制了起来。而且这个哇，脸上直接翻过去了，天赋又翻了过去，最终还是把闪现交出来了。但现在你闪现交出去之后，16要5台了。没错，你现在看门战没有什么技能能去阻拦对面冲门。对，而且卡半这种密码机就能够。没错。那对于穷者来说，最重要什么？赶紧给这边的马尾排地将。我佣兵现在我完全不担心救人啊，因为我只要卡半，我哪怕是震慑，或者说直接被击倒了，我靠这个回光返照救下来都行。要佣兵救，他先让周末这边救一波，把这个化险为夷省下来。还是能争4，有机会争4跑。没错。现在让教授先过来，给个鳞片。片，但不吃压力，完全不担心啊。对，推一个鳞片辅助一下勘探员之后的牵制。是。等一下吃一刀之后再回光返照起来嘛。对，但这个击倒的话，鳞片会消失。再骗这个鳞片。哦，还在，那还好。那这样子的话，开门战的话，牵制手段也会比较多一点。没错。想扭，成功扭掉。开了。通过回光返照是有磁铁的。是。现在佣兵还有这化险为夷。这杂货商所要担心的点就比较多了，你怎么去追呢？你就算追到了，你挂哪儿呢？对。挂的3个护腕啊！因为现在佣兵的化险为夷还在，你要小心对面求生者强行套化险为夷打一个4跑。现在只要勘探员他倒在3连就行了。哇，来卡到了卡位了，卡住了！他甚至是护腕直接预判了乃特这边的一个落点的。这手上还有2个护腕，没办法了，现在只能吸这个自然交易。现在的藤蔓能不能缠住？哇，交了鳞片把这个控制给解掉了，走出去了，跑了。哇，这一波配合真的是行云流水啊！
那只能是勘探员在木屋或者说是人皇的点位。木屋那个点不能站，就是勘探员这个点，如果敢站在木屋，他会被大法师这边可能会死。是他只能转移这个点开刷点。梦想家这点位，其实我有很多次尝试，他直接刷的是比较靠里边，上来就监管者能看到第一眼。对的，还是选了在了就是什么地窖这个位置，不想去试，因为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选择先进一个医院吗？是想先绕一下去废墟？对的，这样的话废墟是一个先碰电嘛，他把这边添加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先成一个充电区域，这里其实囚徒就会有点难受，点位会被多少的一些溅了一些蜡。它是一个弹射的囚徒，交互点先辅助，哎，一直在骗，绕到了不少的距离，这蜡吃的会有点多。没错。也交到了80，那前面甚至有一个拿到的机会点，真是要拿到了，因为这窗户一直在封，想继续反绕，那这个蜡有机会能掉一下，但是也掉不干净，掉不完。上。他想利用这边的一个电的区域去把监管者电一下，然后给到自己一个拉远的距离吧。对，这波算是完全博弈到了，这个蜡直接归零了。是。进到前面的交互区，板子被踩了一块。这个地形对于拉克师来说有点难受啊，因为是高墙区，不太好上蜡。还有机会电砸的。看到一个换血刀，那对于囚徒来说，前景空间就几乎没有了。也是博弈到了，板子不下，再绕，这里没办法，交个电，击倒了，隔创刀。1分16秒的一个击倒节奏。场上有冒险家的存在，密码机有机会能够。可惜了，刚刚那个板子没能下，这板子他要是能下掉的话，他其实还能再多牵制个20秒的时间。对，不下的话就有一个2C 牵制空间嘛，因为这边板区一个比较强力的板区还在，但也没那么大。2场板区其实都没了。是的。这边冒险家是有一个50的输液的，得看能不能勘探员给囚徒提供一个2C 牵制空间，才有机会能进行一个多跑。是，让勘探员先过来救。哎呦，差点打成了一个群藏，有点危险啊！没错。这边磁铁吸一下，是一个短期掩护囚徒转到前面的一个安全板区，也够了吧？不过这样牵制时间就是为了拖出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差不多了，就看这波勘探员还要不要再一次进行辅助。想帮的，那同样小谎言也是看到了勘探员想进行辅助的。这里推吧，推，但是没能推到墙壁上。哎，没错，手上有飞轮，一刀着急了一些，再往回推。切的有点慢了一些。对的，想换挂这边的勘探员，他现在手上有人就可以。下一个移形的时间还有23秒，等下个移形再去找木屋囚徒节奏就可以了。是。他这个化险为夷是谁来给？玩家想要过来先把自己的树叶先放到这个密码机上。这个化险为夷如果草出来交出来的话，就不太好进行撕跑了。等等，现在冒险家被发现了，可以先拿冒险家的刀开出2阶。是，而且那边是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贴近这边的勘探员的。这个2阶给的亏呀，没有必要给这一刀，给出2阶的话，反而说没有办法扛刀了。没错，他现在化险为夷没有办法自己去先给上。这里哭抽屉跑。先交个电，但是这个蜡很多啊。哦，反而是用火箭一个热蜡的叠加把队友给炸死了。是你这个火箭其实有点害到队友了。这就是刚才说的开出那个2阶的一个弊端吗？不该给了这个2阶的，太着急挖这个树叶了。然后现在哭抽也因为受伤没有办法再过来进行救援。而且囚徒2挂在这里的话，你废墟和木屋2台密码机可能都不太好修，这是2台遗产，是得靠冒险家的输液，这就很难争到个4跑了。对。你不说4跑了，我觉得这把可能要多抓了。密码机控的太多，再一波吸，但是没能完成一波大吸，打到震慑，震慑是配合勘探员把囚徒救下来，这没有办法再帮忙扛了。飞轮没有削到这个蜡，不过还好规避了被击倒。是，但他手上现在没有磁铁，续不上来。对，这个地形是没有办法去躲蜡像式的一个蜡的，只能被击倒，躲不了。而且现在勘探员想回身摸的话，还会被续上节奏。这里要是一倒，板子也不敢盖。没错，他甚至可以先挂哭泣小丑。可以先挂，密码机你现在不够啊，你还得补。对。囚徒这边的话也起不来嘛，起不来，先挂护手，然后再挂囚徒。挂完囚徒之后，我再去找你勘探员节奏。这把大概率是一个4抓局，因为冒险家的输液全部都用掉了，还差2台20%的密码机。是的，他能挂3个人。好夸张。
看台员这边是已经摸到80%，刚好挂上之后你起来不了，你要起来的话，自己的这个绝处逢生就要交掉了。刚刚好起不来，应该是个95左右的一个是进度。就算压满他也不敢起，没错，没办法起，你要起了，现在绝处逢生一丢，冒险家就根本跑不了。对，该看，要等。来，看台员起了，原地交绝处逢生的话，那这样直接被击倒就没有一个接下来的一个运营手段了。是的，现在就等哭丑这边挂飞之后，他直接出去找这个冒险家。对，虽然说冒险家不好了，但是留给小谎言的一个找人时间实在是太长了，是充裕啊！你现在看台员，他可以逛着，哎，好像在远处透魔看到了这边，应该看到了吧？没有回光返照的看台员，不需要他去管的。等等，是看到了。对，刚才是透魔有一瞬间能看到的，现在就是一直吃辣啊，吃到饱，还是来一个回旋刀，完成击倒，拿下了一个4抓。那比尔直接还了一个10比0。没错，这个10比0给这个角色它是有很高的上限的，但前提啊，这个真的是绝中绝的绝活才能把这个角色打出上限。对呀、因为你像是打一些什么我们知道的次元斩，或对者说是拿那个2级拔去卡住一些点，打一个1级拔的一个落地刀嘛，对，其实都是需要很高的熟练度。能在我们深渊的舞台看到厂长也确实是大饱眼福嘛。对，但他带什么呢？带移形吗？张狂移形？正常来说移形或者闪现，只能带这2种了。你要带其他的，进入比赛画面。这个鬼屋，对的，这边是马尾的火灾调查员。嗯，开局没有什么前置压力，因为这边可以通过自己一个弹射进行一波拉点嘛。这2楼一翻窗，你追的时间都要需要很久啊。他可以继续绕回鬼屋，再玩一次2楼，因为他手上有气囊，非常方便进行拉点。先把气囊清掉，是只能打掉。他甚至可以再玩一圈2楼。是的，因为他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能一直玩这个2楼。想了想，说我进到板区牵制吧，这样可以省一下自己的气囊。没错，把你的炭火看能不能先逼出来一个。这边闪现时间还早，没有什么牵制压力。对，有队友提醒的。这边放一个怨恨虚影，加个点，给到压力不大呀，因为现在求生者他其实他也学聪明了，对，我他可以绕你炭火，可以去绕这个炭火的。绕掉了，带一个气囊，但是没能放绕一刀出来。这样子解锁了1阶之后，你这个板子一放，炭火还得继续跟，哎再跟踩。这个转点反而是给到了厂长这边击倒的机会啊。是你绕到那里，其实这个1级拔就能给你架住啊。再放出傀儡加点，那这样子可能要被击倒了。回去再还有气弹，囊弹射进到前方板区，可能会被闪现击倒。要交闪了。那这里浪费时间已经有个差不多3台，哎，想交闪没交出来。还骗对面的飞轮吗？得赶紧击倒了，抢时间才是比较重要的嘛。应该就是在骗对面的飞轮。是的，有地下室，这边可以尝试去挂一波地下室，打一波手椅的，因为厂长最强势的就是这个手椅。假如我是个野人的话，我管你的，我不救了。对吧是可以不救的，因为厂长救人压力实在太大，而且是的，去救援厂长他真的是没必要。你要是真过来救，就会给到先锋者我有个4抓的面，或者说是我有个3抓的面，没必要去冒这个风险。我只要卡着现在的局面，其他2个人不都是带了个回光返照吗？没错更稳，更有机会能平。还差1刀就可以解锁自己的2阶傀儡。对，你现在已经说是知道了张狂了，那你厂长不可能不带挽留吧？那张狂挽留都已经暴露了，你后边这个闪现就是带到底了。对的，还想卡满去救一波，看这个样子想试试吗？哇，狮子胆子都好大呀！会有压力的。这边是有一个落地刀的风险，但他要是救下来了，其实作为厂长他就是很绝望了，因为你外面密码机更控不住了。那同样救不下来的话，节奏就在厂长手里，因为对2手节奏你要真救不下来，这边有个地下室，你还是个地下室，对。我觉得考虑以稳为主，闪现交过可以卖掉。那再见，对吧？放一个挥手再见怨恨虚影啊，他再见了。挥手再见，走的是对的，这波拜拜就是要在厂长没有技能的时候，把这个耳鸣给到，压力给到，拖外侧求生者的破译就可以了。就我骑入过来，我只是为了吓吓你啊。挥手不来，且拜拜。这边想找一下医生的节奏，是，交出自己的窗弹进一步拉点，带走这样子就行了完全没有办法进行一个续节奏，只能再次去围着密码机进行一个。你想对他一个快速追击，医生其实我们也知道，庄园老友这个快速拉下距离，你这个厂长接受不了的。哎，对的，但是这边奶特杀了一个回马枪，把医生调了回来。大黄密码机也是一直又新起了一台，然后现在就等就差这台2战80%对密码机了。等变换。
放了个傀儡下来，是想要打一个落地刀，但是没能打得出来。对，想同时去给一个追击压力嘛。是，这再一拆，拆完之后，这个傀儡会自动丢失视野3秒钟。对，再跟拿完这一刀，那密码机压好了，甚至医生都不需要交出自己的药物特效技。你追不上啊！哎，有个次元斩的机会，但是没有打到，因为他中间那个墙贴他挡住了，脸上拆你麻，然后这甚至刀打到了墙上，肌肉记忆又发力了。没错，这就是技术记忆，这也代表了现在的一个双弹，哇，直接扎好了，以稳为主，还怕被压一个起身。对，一刀还没打到，这边闪现好了，是那这样子打一刀可以考虑开了就行了。对，想去牵制地窖的话，得去看围绕地窖那个方向牵制。是的，场上野人还有一个化险为夷。地窖就在鬼板，但是因为场长移速很快，不太好进到鬼屋里。没错，进到前面的板区，可能要被闪现接倒了。然后你现在只是打一个，哎，但是这边有火灾调查员的击倒，气囊这样一弹，弹到说了，两个队友马上就要走门了，闪现一根，想躲这刀，哎呀，打飞了出去，可惜站位并没有站到这个地窖的旁边。对，磊磊这边也是考虑到了队友这边走不了，所以他必须去通过自己的走位扭掉这一刀，才能走到这个地窖。可以了，队友能走掉。就知道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对他很自信，而且他这把只需要完成一个保平就可以拿下游戏的胜利了。但是他之前的比赛也是给我们证明了，他的爱护鬼就是非常有含金量的。对，哎，他们想骗到监温者，就是我让你以为就按照常规骗到了。哇，这一波反心理真的是防不胜防。是因为通常来讲就是机械师选起点，这样就稳。我把娃一放，好，进入到比赛画面，已经知道机械师在终点那边半场，他还选着。哎，找佣兵吗？看一看他这边带的一个技能，因为他现在要是想，哎，难不成他真找机械师的样子？就是找机械师，在朝终点看，看到了。看是看到了，不过这个距离实在太远了，想想还是得追佣兵，因为他去找昆虫帮忙了。没错，只能找佣兵，低头藏自己的狩猎本能，身上带了一个紫火，想利用秒生冲火拿到这一刀，在骗，防狼火没能拉中。这样子的话，佣兵弹中护腕，第一刀是可以规避的。是，维持拉实在太远了。对，可以看玩偶到在，哎，这护玩偶还没破译吗？其实可以破译了。对的，而且空中使者也是没有考虑去帮这个佣兵的，是让他单独站出来进行牵制，拿他个人牵制就好。现在他还剩一个护腕呢，还想再忙拉回过。那好了，哎，能骗到吗？好像骗到了，而且这个身位骗到了非常多，很近，直接拿到一刀走一刀。是。接下来就有这一招出赶路，但是这个移形有点远了，而且还关了。那这样子的话，反而给佣兵一个弹换的拉开身位的机会了。这移形还不如不交。没错。想再种一棵树，看看有没有秒胜。哇！我而且预判到了佣兵的位置，这个真的就是艺高人胆大。对啊，他这个导点不对啊，他这导点的话是导到遥控玩偶旁边了。对，这个导点会严重影响求生者的破译，画终点就行了。它不能影响到机械师的破译，对，尤其是机械玩偶的破译。它导在设计机角落其实会更好。没错。就干脆我反正要导了，那我尽量导离机械师的一个机械玩偶。是。现在机械师是不是需要过来进行救援呢？最好是他来救。而且这个娃娃被清掉了，这样求生者的密码机跟不上。对，现在只剩1/4，远处拦一刀。这个人的话，拉火的时间还没有好，是可以安全救下来的。有飞轮，哟，再把机械师给击倒。来，是他可以先挂上机械师，然后我再去找佣兵。这节奏有了呀。是有了。那现在不能换位了，就只能让佣兵过来刷一波化险为夷了。对你佣兵敢过来，那我就是一个双倒。哎，其实这波啊，对于求生者来说也有一丢丢小机会，就是因为你要强行刷一波化险为夷嘛，让魔师来。啊，魔师过来刷化险为夷更好，因为这边的话可以让掩护佣兵撤离。对。我想直接救，成功完成了无伤救。对的。这边继续导回终点吗？导回终点的话，终点这台密码机破译不了啊，要不了了。他现在再怎么样，他都要不了了。对的，是一台33的密码机，那这样密码机是肯定不够的。求生者的思路好像出一些问题了。如果说是倒到这里，他们是需要去争这个3跑的。你只要倒在这，那就是平局。打一波挣扎配合吗？难道是？好像并没有想打配合，没来。那这样子没有什么3跑面啊，因为你现在要争分夺秒抢节奏才能去打一个3跑。是，密码机不太够。
让佣兵过来再救援一次。一个秒杀，哎，但是这个火啊，这波佣兵提前防范到了，火暗躲了，但是这救的有点早。对，那边30多，现在已经破译到5成了，不够啊！而且这边没有选择给机械师扛刀，机械师是一个上挂淘汰的状态。是。这个加速带，看这边的一个加速区域能不能利用在这个鬼火一下注，飞轮躲掉。但是呢，身位被贴近了，判区就剩这一块了，你怎么办呢？前面的话应该是要被蓄力刀击到的。冰一刀。对，密码机还差最后10%几，说实话就差那一点点进度。对。而且这波佣兵其实帮机械师扛刀会不会更好一点？他这个遥控玩偶要是刚刚放出来也会好，也有机会，对吧？遥控玩偶他放出来其实就能扛，能给到就是说4人开门战的机会。想要直接预判火吗？预判火不太好拉住，打一刀想强行推走。哦，他是贴着空中巡者把他的虫群全部都打掉了，对，非常有应对经验啊，全部耗掉。灭马机那边也已经压好，地下室这个位置有点远，挂不上。而且昆虫现在是没有携带红光返照的，2名求者都没有携带，只有佣兵携带了，救人是有一定压力的。手上现在有移形，想利用一个加速带，直接能利用这个鬼火击中这个昆虫。但昆虫这边没有带火反照，只能密码机强行亮起。前面的话被走地刀直接完成了击倒，那这样子小谎言只用针对这个昆虫使者就可以完成一个保平了。是的，你这个化险为夷不能倒在贴终点门太近呐，你贴太近你是怎么走这个门呢？你要争3跑的呀。对。还是得过来打这个终点门啊！他想走地窖，但是等等，这可能怎么都跑到起点方向了？这波应该是沟通失误了，就是最后压的密码机完全不够支撑昆虫使者走门的，走地窖的。但他们现在平局是不够的呀，他们是需要争3出才行啊。平局就是 GW 完成胜利了。是的。不过来打吗？先清掉机械傀儡，避免耳鸣干扰，那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平局了。没有想着去争一下，没错。他这个遥控玩偶的话，放这个终点，其实给到队友能去搭起来的边，其实就没有那么大了。是的，就恭喜 GW 完成了本场比赛的一个胜利。是的，恭喜 GW 完成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直接可以在后边的比赛继续战斗下去了。对，但是这个版本的跛脚其实它很容易被求生方这边打团也好，或者说陪跑也好，操作起来。是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痛点所在。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赛场上面拿跛脚的机会点的话很少。是啊，包括这个随便追，你想追谁追谁。感觉4个人都是一样的距离。对的，你想追谁追谁呢？我其他3个人的话，我就不受你的干扰，对吧？就开修了。因为你开局可能会捏着一个围龙，然后去干扰我的一个破译。来看一下这边追找的是大房的杏园儿，而且杏园儿的话，从第一时间他就是往角落去拉点的。而且这边脚印是没漏的，然后蹲在前面的单板，对于年景来说排点的话会有点复杂，因为这边的一个耳鸣范围比较大，覆盖的比较远，而且地形的话视野遮挡也比较多，你要一直绕这种模型看它到底藏在哪个后面。是的，给了一个窥视者，但是并没有探查到位置。那这样子的话，再回到大房，其实这个时间就给拖出来了。对，拖出来，但还好愿力值还没有满，现在还没有开始拖起来，对吧？愿力值满了，那你后期的一个就等于说是逛地图了。110的愿力值，有点没办法，因为大房这个人再找下去的话也是浪费时间啊，不如说我直接找到一些确定有人的位置，直接开始追击。他带窥视者的一个主要作用还是为了防弓箭手的。那现在拿窥视者去追弓箭手就不太舒服了。飞轮先躲一刀，那这样子的话，围龙是有概率掉的。但是他就是很沉稳啊，就是观察着你这边要过来了，我就在这边等着你。他有点在等这个撕裂值，但是等你着急，你自己着急过来的话，那就给到一刀了。是的。这样再补一个围龙，前面的话单板是博弈不了的，再补一个后撤，再补一个龙骨，但是这边的撕裂值很快就可以的，还是眩晕了。这个龙子的话是可以废掉，不过因为前期的话是愿力积攒了很多，所以说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围龙等着你啊。主要是前面你的后撤弩交了之后，你没有去躲掉那个围龙，对吧？所以说导致你现在后面的道具没办法衔接起来的。弓箭手的一个牵制跛脚的思路还是以后撤跟龙骨的一个配合去形成一个撕裂的眩晕嘛。看到往这边灌的话，也是干扰到了魔术它的一个密码机有一个插眼的干扰。对。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想多拖一点时间，裁掉前面的话多消耗一个围龙，那对于求生方来说的话还是比较赚的。这样子的话2个围龙拿到1刀，那弓箭手选择是往回带。
知道你现在没有愿力值，但是如果说想要去26的话，有点难了。手上2个龙骨弓，可能必须要在交龙的一瞬间打个眩晕，选择是导远，不牵制了。是的，主要刚刚魔兽他也是正好把密码机给亮掉了过来，所以说完全可以不要大门的2板的一个密码机去2板一窗去破译。对的。3台半，然后这边救一波的话，应该也是3个人去拉扯最后一台密码机。对，主要因为上挂的是个弓箭手，所以说不太存在再去多拖一点时间这样的说法。对，怀表一交，其实也不好拦截，选躲远一点。第2段是没有摇到。的，但是还有第3段，后撤去躲一下。然后大幅救援跛脚羊的话，你还是真没什么办法。对。然后稳稳摇上第3段，你也没有机会去摊一下状态。把弓打出来，但这边的话，其实还是要给到一刀。内置没有办法叠满，那这样挂飞之后的话，留给年姐这边是有一个1台密码机的一个拉扯的说法。对对对。现在状态的话，他们必须马上去调起来。对，尤其是像魔术那边嘛。那好在说这一波大副其实救援还是挺成功的，在拆掉围龙的瞬间，然后吃到了一刀，损失0.25的一个伤害。那如果说把魔术石调起来的话，其实时间上面会节省很多。那看一下的话，想直接传到3板。对的，那这边的话也是一个机械傀儡给你了，但是给个震慑有点不划算啊。但没关系，也是给到一刀。那这边的话，神坠也是在1板1窗的位置牵制。不过现在年姐手里的愿力是满的。对。所以说牵制起来会有一点点压力啊。而且这边带一个天赋是一个双弹飞轮的天赋啊。不过好在他手里是有一瓶香水。是，再补上一个围龙，这边感觉要飞轮去躲刀，但前面的一个窄角感觉有点难，这边钻过来还是给到一刀。是。主要年检他出刀也不着急，就是完全在等球商这边的一个动向。对，那再补一个围龙的话，这边是很难牵制了。看一下，还是不着急啊，等你钻了之后我再钻。那也在骗啊。那这样的一个击倒，外面的新的密码机是40的一个进度。是的。但是把人往小房一挂，这边又可以形成一个控场。对，这2台的话，其实他是有机会都去管一管。就每次我看年景的比赛，他的一个打法都是非常思路明确的，就打他的一个中后期。是。尽量的让球商这边疲于奔命一些。对。然后这样子的话，再去追一下魔术师，看一下。啊，其实球方也不着急，因为2台进度都挺多，都40左右的一个状态。如果说你现在去拖的话，是拖自己的一个节奏嘛？对，而且两边的像魔术跟大副的状态跟道具也都比较健康。对，大家都能拖这个时间的。先把魔术棒交了，但这样子的话，可能没办法走掉这个围龙啊。这边一个走位过来，好像有机会。那如果一直追下去的话，像大副那边的密码机是可以压好的，已经到了70的进度。但是同样的问题也是没有带回完反照。是的。所以这个魔术棒其实现在暂时不好交。看一下，把围龙拆掉吗？没有拆掉，交魔术棒过来，先提前交。那密码机的话是可以直接亮的。对的，这个围龙我感觉是可以选择，要不但这边是黑龙，他也没有办法被架住了。但是年锦这一波把他自己的传送给拖好了。是的，是的，是的。这波对于年锦来说机会很大。然后另外一边的话，看一下神坠的位置在小房，然后这边另外一个门在点。他先排一下大门这边有没有人。他不着急。对于他来说的话，我只需要3抓就行了。4抓的话，这个局面其实有点难了。对，主要还是密码机都已经够了。耳鸣响起了，他大概知道这个范围是有一个人在的。对的，嗅觉非常灵敏，这边好像意识到了人就在这个角落躲着，能找到吗？看到了，往前往左一看，哎，找到了！我的天哪！主要是大副的那个位置，他也不支持说过来再把这人给救走。是。第一局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3抓，对，感觉中后面这样的一个找人上面就要花费很久的时间，对吧？然后毕竟你四黑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抬头手他首先你要得控场，兼顾控场的大化的一个正方形了。对，也是你挑吧，反正另外几个人他那个人不管怎么溜，我们其他人的密码机你前期是管不了的。是的。然后位置这么远也很难说，我看一下佩佩选择去角落这边找一下阿策，找木偶师。所以说我当时在想说，你要不带一个双弹化险为夷木偶师，单化险为夷，对，单有点难打的，对，有点压力啊。因为首先我如果说惯性出来之后，哎，但是他想换人，选择换人吗？
但从角落再去换的话，可能也是想等一等自己这边张狂以及他的一个技能的时间啊。对啊。但主要也是我们刚刚讲的4黑状态下，他不会在那里等着你，他也会提前拉点。所以说这个密码机的分布来说，它是很难给到这个机会啊。所以说，但是想换人的话，去找中场的调香师，但调香师这个天赋摆明就是让你追的，然后这边选择出来，没骗到。那这边的话有个单板，是的，还是没有到前面。前期感觉平地很难说拿到球商这边的一些状态啊。对，蓄力刀骗香水，但是其实调香师加强之后，他不怕你骗。对的。选择回香，哎，骗到了非常远的一个身距。那卡梦这样子的话，闪现的一个节奏点都没有。现在他是可以续出来自己第2瓶香水的。对的，所以说调香师其实真不怕追。这边看一下交互不交闪吗？然后卡梦这边也第一时间防，就感觉板子下掉的一瞬间，赶紧摁了这个香水。对，交下板应该把这闪交了。其实抬右手是不能拖自己的一个节奏的。那交闪现，然后其实外面马机的话。也是将近2台半多。是的。看这边的主流怎么打了，先交香水。自己的一个板弹加香水，这个位置又拉得很远，而且对于佩佩来讲，他永远要防你要不要回去这个香。是的。然后这个主球一打封住了。但是手上没有球了，连不了线，只能连这里。但是这个距离有点远哦，还是抓到了，很极限。那这样子还是有一个击倒节奏，但密码机我们看到是整3台了。等关上的话，基本上就是3台，包括说他们的第4台都已经开启了，有10%的一个进度。然后现在的话，就看他们密码机留的一个位置，然后以及后面的一个化小鱼安排。这样看下来是暂时没有给到佩佩任何控击的一个机会啊！没错，这边惯性的话移速非常快，能不能拿到大斧刀呢？没蒙到，那是往椅子面前守了。对，比较难，我感觉救的会稍微早了一点点啊。但能接受。因为你主球没交嘛，我怕你手里上面交主球的话，再卡晚一点，对，得不偿失了，没关系。因为像密码机的话，可能外围也不好去控，能看到卡梦这边是直接往角落倒。我还是就尽量不让你控机子就可以了。对，那这个位置的话，我又能牵制一下你，然后又能去拖下时间。看一下下一波，其实这边是可以尝试。看一下能不能去管一管啊？对，然后是大房的密码机被锁住了，然后大房这边的一个进度是比较多的那台，我们看到油罐左下角那边是一个40的一个进度，大房那台的话是80，所以说退回来的话，其实2台密码机的进度是不会差太多的。差不多了就变成。他好像没连到。那坏了，那这个机子进度，他现在手里的击球点还不太够啊。对的，有点够呛啊。你现在封大房的话，你油罐那边封不到，抓过来了，等一下，给一刀倒地。倒的话会把调香给换出去。对，有点亏。但是调香师这边没有任何道具，要自己去牵制的话有点难。但主球好在交过，还有6秒的一个 CD。对，而且主要现在你能见到一个2板1窗，其实我觉得是有一定的牵制机会的。对的，抽刀没有打到，但这边关系还存在，所以说有移速的加成。这边一个单窗的博弈很稳，来得及吗？来不及。密码机的话就差90多一点呐，再打一个黑球，那被迫只能停手，不能摊，这个时候只能稳定的去等。对，等。但是有可能会回退一次。看一下这边的一个读秒时间了，多修了1%的一个进度，就是退掉。退了，因为它是一个40秒左右的一个时间嘛，当时，所以说会退一次的。这边的话也是强行变一波路易，但感觉还是要去着重得去抢密码机这边啊。对的话是让咒术这处，咒术的话就不怕了，你打我刀我反而还能够攒喉。所以这个时候得拖他们去贴门时间，然后阿瑟这边赶紧过来，因为阿瑟他是一木偶师，他能直接变，然后直接去选择开。但这边的话不配就被抓，有人这个时候开不了。但是木偶师能打呀，刚刚但也没关系吧。现在开，然后咒术交喉，但是有闪现，而且这边是个慢反，所以说都不用这个闪现。那现在的话直接去找一下阿策就可以。阿策的话他走不了太远。对的，这一把的3抓面出来了，看一下。得顶一下这边有闪现的一个台球手。没错，但有点难啊。然后直接选择变了，不给你闪现机会。黑球一抓的话，基本上木偶师这个位置就结束了。是的。对的，被抓回来。在咒术那边的死去即交，直接击倒。自愈的进度应该是可以起得来。对，但你起不来，起得来走不掉。对，这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且大副不可能出来救，如果大副出来救的话，这一局的风险就更大了。
但他要回来稍微给咒术拉开身位一点点的时间，就是让你不能那么放心的去追。如果你真的深追的话，我这边可以把人给扯一扯。我是感觉，如果说你跑一个会更好，现在去找大副了，看一下。大副手里有表，我觉得暂时也没有那么怕。嗯。主要木偶师他是一个一挂嘛，这边耳鸣亮起，稍微给一点点压力啊。对的，手上有闪现，但是咒术有飞轮，看词典能不能操作。这边先把主球打出来，闪现一交直接击倒，大副那边救人。对，人还是能够救下来的，而且没错。那这样子的话，一下锁定了2个人的位置都在大房。看一下佩佩的一个选择，佩佩这边很多变，他可以先去找大副也行。让你木偶师去把它摸起来也没关系，但是这样子的话有个风险就在于说，咒术师这边有3层喉，木偶师摸了之后，他会可以去扛一刀斩。而且那边其实倒的离小门很近的，如果你真的让他起来，他起来以后直接点小门了。对的，所以这边是选择去找一下大副。哎，骗到了位置，但还是能翻过去直接摇表。对，但这一刀能蒙到吗？蒙到了。他走到栏杆那边去了。对的，那阿策这边赶紧就不去了，因为这个位置视野太开阔了。如果你过来的话，肯定会被找到的。对，要不就走吧。对对对，这个是真没办法，因为如果说大副那边能多拖一点时间的话，可能这边木偶师他会有机会过来看能不能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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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又还了一个3抓。不愧是两边这个数据都拉满的监管者，第2的监管，对。但这一把其实挺可惜的，这一把挺可惜的。就其实，在点密码机的那段那个点感觉就有点有一点点。地图割据它也是比较优势了，对，表现不错的了。到了开门阵的话，也比较有说法。这两边的门对于割据人来讲，我是比较好赶的。对对。说哎，传过阵放在那么危险的地方，医生如果被监管这边堵了小推的话，可能就很难去站。好，来看一下这边起追，选择应该还是往中场这边先走一圈。想去哎，直接想去找一下医生哎。对的，反过来去找一下中场的飞行家。这边会不会直接？啊，先起追了，追了，他是觉得这边你可能会是这个带第2个化险为的人嘛？对，但飞行家的牵制的话会比较稳定一点，因为前面的板球比较多嘛。对，这边留了一个残影，回溯过来，但是回远了，第1刀没拿到。那这样子的话，背包也拖好，还有个高喷，看一下这边，这高喷起来，然后往前转。见到1板1窗，对，感觉闪现好之前是不太能有刀的这个位置，再留残影，但回溯时间没好。而且这边的话，背包的时间又拖出来了，没错，能够转到下一个板，刚刚架住的点就已经不现实了。是的，很稳定啊，这波牵制。回溯给到这边，哎呀，这个是把他给堵住了，他本来是可以过去的。其实我觉得堵住了之后，刚刚可以去收的，因为回溯交了。但我觉得可能他也是不谈，不知道队友能不能过去啊。坏。这个的话反而是没有堵住监管。其实梦露他也犹豫了一下，对他觉得这个缝隙有点小，他就我真能过去吗？谭之前说，我能过去吗？猫猫说能。然后弹了一下，发现真的过不去。好，这样的话，其实击倒的会节奏更舒服一点，因为你本身是一个2台半，加上你是打掉了外面火灾的一个状态，多拿了一个状态，而且道具也消耗掉了一个。对，这边把火灾的道具打掉的话，它后期是一个比较白板了。没错，主要是你闷掉一个化险为夷，场上只能去套一个化险为夷的情况下，这种节奏对于年轻来说，我觉得就多刷面就出来了。是，还蛮有机会的。是的。加上飞行家前期牵制也确实把道具交光了，他救下来没什么2次的一个牵制空间。对。那就看一下这边，明明过来，这边就是正常的打一刀救援，打一刀救援。看一下梦露尽量带离这边那个遗产，因为离这边还需要进补，但是后期那个2挂会是一个问题啊，因为本身如果火灾满状态，他还可来去卡一卡救一救，那这样的话可能只能让医生过来。对，医生救没关系，医生救他没有损耗。医生救的话有个好处是没有损耗，就是他只要你别先打我一个，你不针对他，你手里打的刀得白打，就可以这么理解。看一下是通缉到了火灾，但是看起来是在挑战太让佣兵再救一次，应该是尽可能就是不给刀，然后不让你针对吧，应该也这么想的。因为医生暴露在你视野范围，万一你后面去针对我呢？没错，那这边的话也是先把密码机给修开，然后佣兵这里也是一个护腕弹过来，尽可能再拖一会儿时间。
但这波救援的话，其实拖的是火灾的密码机以及火灾跟医生补状态的时间。是的，要选择想要去跟一扛刀吗？马机差的不多了嘛，但有一台50多还是需要人去补的。这边就算就是给了这一刀倒地嘛，后面飞行家也不太好溜啊，这个能扛够吗？我感觉不太够吧。有点难。可能佣兵也觉得自己现在去补给者的路程也会比较远，那索性也不需要他去补。哎呦，这边躲了一刀。但是这再翻回来有点远。这2波回速，哇，这个极限翻版感觉能拖够啊！感觉这边有点着急了。这样子的话好像情况不是很妙了，这边压好了，给一刀，通电还真拖够了。主要是那个小短板博弈躲了太多刀了。让他硬生生拖了10来秒的一个时间啊！是的，那这样子的话，把小房这个地方架住，那就往角落里一倒呀，对吧？对倒得远一点点，你是要挂我的，门都已经开掉了。对的，这样这个时候你传送的话就得不偿失了，所以3个人全部拉开，防定手传送还没有，这样子的话落地还没有人，但是脸上的医生并没有走远。看一下这边想要找医生的节奏，医生双弹飞轮回速过来，还在博弈，但是这个距离不够啊。不过他们中间早就卡了人，直接去点小门了。然后梦露那边离小门比较近，只要他自愈起来。但这个图这个时间点去点的话，对于年景来说是有一点机会的。赶，但是就是怕他们再派一个人回来摸起来了。是的，再回来管一下这个，把医生给救了的话呢，主要是外面能行动的人太多了。完了，卡脚了，那没事了。有点不过有一个人其实到不了的，有一个人他想回来，因为他预想的是你不卡脚但是这边卡脚还是回来了。那回速交了，传送交了，另外一边好像是佣兵在那边卡着，所以说有2个护腕，那2个护腕过来，基本上是没有办法了。对，没办法的，一个3跑拿下了。哇，不好意思，是我的记忆声太大了。后面有医生在啊，真的是感觉到像佣兵这个点，我就只要我第一波不是一个倒地的状态，没给个震慑双倒啥的，我就是能完全你第2波把人医生也能牵制，就还是那句话嘛，医生这个。就觉得既然我们训练赛的时候，我们自家求生者老是这样骗我，对，老这样骗我，那我就选这边。好，猎场，看一下，前面的话是卡梦，又是卡梦。这边也是一个原地蹲，但是脚印漏了。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提前进入了要追击，但既然选在这个位置，肯定是做好准备的。也没有着急翻啊，因为是有一个影子的，不过这边有个板弹。回速过来，其实这把枪感觉差不多交了，对，这个时间点交差不多，然后前面再进短板的一个牵制。对，这边的板子博弈起来会更舒服一些。但是压力点会跟目的不一样，因为抽到了这一刀。是的，想去抓住这个时间差距下板的，但是被抽刀。这样子闪现马上就要好了，看前面大房的转点的话，会有队友的一个辅助。队友要过来一下，要过来接他。你看阿策的话已经在这边去等着了。强崩歪了，那就有点亏了。对的，然后单飞轮，但是有进墓地的说法，感觉就是把闪现逼了就可以了。飞轮躲闪，但这边单板又被抽到了。如果说能下到板的话，我觉得卡莫这波操作已经非常极限，已经是很可以了。2波都是想去抓住这个时间差，就是因为你可能歌剧在隐跃的时候到板子面前的时候，他可能不会出刀，然后到了之后再会出刀嘛。对，然后我就抓住这个时间点，其实他板也就下的差不多了，但最后还是在一个刀切范围内。那这样子击倒，这边去拦截一手象学家，闪现交过了，所以说也不担心博弈。一个陈云贴到椅子跟前，这边空军的话也比较耐做。对，给一刀，然后这个人把这个时间拖久一点。对，会给到空军一些牵制的身位啊，但还是进不了这个板。现在就基本上是基本上就是交化险为1，然后拖时间了。是。比较难去把这个空军给保下来，因为气象的话，这边前期的一个辅助其实也是消耗了一点破译的时间。对。密码机现在的话，2台新的也在起了，差的是还是比较多啊，因为气象第1台没开，他是来辅助了一下，然后救完人就近点了一下墓地。
啊，这边要压得很极限的一个压满救。对，拖一拖这个不太够的密码机进度。但这边贝贝嗅觉好灵敏啊，这都能排到。已经看到你的一个位置了。是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不能压得那么。我觉得现在可以过来了。道具也能消耗更多。对，现在就赶紧往这边赶。哦，他防雷手别人偷人，那这边的话就有一个贴椅的机会了。看一下，给一刀直接救下来。选择让自己单人牵制，那这样子的话，对于卡木来说有一个说法就是牵制到医生密码机开，啊，那就有陪跑的机会，但是有点难。返回来，哎呦，给到一刀了，对，有回速把你架在这儿，而且确实看到现在，阿瑟那台密码机以及说医生那台都是70、80的一个进度，差的还是比较多的。嗯。然后中场的这台人皇是一个75左右的一个进度。那2个半状态其实要小心，这边直接传，对，传到了佣兵。一个护腕弹走，但没有但弹的是空地的话是要吃刀的。对，那这样子给到一刀，另外一边77。哦，那他现在得赶紧带走这台密码机了。对的。那对于佩佩来说就是拖传送了，现在我就尽可能把人往那个密码机一挂，对吧？谁来秀就打谁。然后一直把人挂在密码机附近，主要那台密码机的位置还不太安全啊，是在一个人皇的位置。是。然后77我觉得不能抢吧，应该多开台新的吧。他先过来救一下，还是说就给压力，想让阿策那边贴过来？因为他是补好了状态，那可能就是给压力嘛，因为你也不太可能生追，怕人偷掉。那我在外面扎好针，还是一个满状态。那我觉得对于佩佩来说，谁碰密码机我就追谁呗。这边的话再给一刀，那另外一边人能扯下来。是的。那这里就我先站住密码机，对吧？然后把我的一个技能拖一拖，反正你们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去新开。找了一下这边救下来那个位置，但是因为你回来的时间比较晚了，所以说人都已经散开了。没错。而且医生现在其实也是一个能扎好的状态，因为他的这个小药瓶还没有用啊。阿策马上就补上这台密码机，他进度也比较多了。没错，他也不想让你拖。感觉是可以强开的，对，切刀能开的一个节奏了，给刀，然后选择通电。对，但气象的话，现在手里是没有任何道具的，只有一根针啊，所以说牵制起来压力还挺大的。对的，留个残影，翻过来没选择回速，怕这边有人点门。他觉得刚看一眼，佣兵在这边被救下来，哎，没找到，排的有点深入吧，这里那门就点开了，传送过来，佣兵是满血，但是85的门还是不能强开。觉得他护腕第一时间弹的位置有点近了。哎，砸板砸到，有机会，那这样子门能点开了，硬点就可以了。对的，硬点就行了，给震慑就行。有机会点开了，而且没有卡到门的位置。因为你是在后面拿刀的。我的天哪，这也完成一个3炮。天哪，都是不是这干嘛呀？这都是我们这边想不到的一些。对，就感觉两边有来有回啊，这是。主要是最后佩佩他其实在密码机亮了之后，不知道就是飞轮。对，然后还能稳救，对吧？因为我去追木偶时，我要打破什么？打破你稳救的一个说法。我追机械师的话，我肯定追求是追得快，对吧？这2手就是监管要求。而且他肯定娃娃是能保得住的，没有第一时间选到他脸上嘛。没错。那这样如果硬追球队，你要追得特别。好，看一下这边起追是不选择掉头，直接去找囚徒的节奏。他这边是能进墓地，我们刚才也说了嘛。对，而且开局还有非常充裕的时间帮队友领个电。前面这个位置的话，走空地是有交同案的说法的啊，选择直接交了。这边扭的话，诶，扭掉了。而且还拉开了很多的一个身位啊。哇，那第一波同案会有点伤。对，相当于跟严谨这边调换了一下位置。对的，然后利用碎石压迫一下走位。帮帮汤的话也一直在有回头观察你的一个动作。是的，然后吸夺一下碎石，这边给到一下震到了，给一刀，然后往外转。反弹这边的话，怎么选择呢？对的，移形是好的。移形过来。身位啊。碎石没有震到，但手上有个电，那这样子过来的话好像没刀啊。这边再有个碎石。除非是远程击倒，没错，但板子已经下了，要预判一下囚徒的一个走位，碎石躲掉，还有电交一下，还能拖。
哦，但前面的话应该是要倒地了。没有飞轮嘛，毕竟。是的。那但是年景这边是有意识去骗，但这个牵制时间我觉得很充足。对，灭瓦机已经很多了。前锋也没有必要说这个时候来干扰，我就先稳定的卡着。感觉想过来拖一拖、骗一骗的，骗你教技能什么之类的。那这边年景也不管你啊。因为对于年景来讲，他的节奏本来已经是比较拖的一个情况了。已经4台了，这波牵制是比较成功的。给刀，但是这个位置拦截不到。来看一下，藤蔓桥过来，要不要选择帮忙顶一下？哎，是囚徒过来帮忙顶了，不牵制。那囚徒的话，应该是给外围去连线。对他觉得以现在的一个进度来讲的话，只要保一下队友的状态，外面密码机是可以够的。对的，连这边的话也是想把木武士压在里面，让他跑图的时间更久一点。然后目录这边也上班，赶紧过来去 OB 一下，看能不能拖点时间，直接牵。都没有选择去撞，尽可能是保稳去打。我尽量保一个满状态先。不给节奏。那现在最后一台密码机的进度可能就会稍微晚一点。这边还防了一手。撞救。对，就是我挂上一瞬间，你过来撞我。对，因为你但凡撞救了之后，杂货商最怕的就来了。他最怕就是扛刀啊、陪跑啊那种感觉。他最好是下一打要针对。哦，拉到椅子面前，给一刀，把人救下来，补撞，但手上有移形，选择藤蔓出来，但是这一波扭不掉了，对，打到了这个阵。但手上是有底牌的，看一下这边怎么说，绕过来，哎呀，这个有点贪了，其实。对，他不想撞下来之后，囚徒直接被这个给缠绕到。是的，如果要这么打的话，就得早点这么打。现在就有点难受啊，因为李宝现在状态也不是特别好，这局还在地上。对，这局年景的机会来了。那压制过来，这边单化纤维的莫武士其实很难牵制啊，确实压制震到一下还没变到，但是开门失误了。哎呀，这波开门失误有点伤。看一下，就看这个藤蔓前面有板子隔绝啊，还是能贴近身位，但还是溜一会儿。再开个门。哎呀，没炸到，给到一刀也没打到，这刀没打到，还在扭，看一下两边博弈还在扭，扭到另外一侧了。但这边的话走的位置有点多，但还是可以搏这个板啊，还是可以搏这个板。还在博弈，翻回来，门再开一次，但这个位置的话还是搏这个板，搏不到了。这已经牵制非常非常长的时间。是的，这拖出了前锋自起啊。对，密码机都修了20了，不只是自起。那把人也是往墓地这边去挂。干扰一下前锋，让他没有办法破译，而且离他们那台比较多的遗产会很远。对，因为刚才技能交了，要不要选择撞救呢？没有，直接选择过来抓前锋吗？你觉得的话，因为机械师那边肯定第一时间是想贴过来救人，他不可能那台机子。对的，开个门，板子破掉，前面的球很多，直接选择拉球。同样走出来，空地，飞轮躲掉，非常精彩，一个碎石给到，哎呦，砸板，出刀，两边博弈都拉满了。是的，那机械的话也补上了那台遗产，是70多一个进度了，包括说木偶师看也是一件。一个随手的碎石直接炸倒，但这边电车刚好干扰到，牵不了啊。时间挂，他在车底是牵不了的。对。那这样这个时间是白白拖掉了，看一下。这时候多想说。传送落地。这个马机还差一些，对，因为你在杂货商面前没有办法强开啊。是。震一下飞轮躲，先把娃娃处理掉。他得站住这台密码机等，因为前锋那边的话又是刚倒地嘛，对。但其实对于全方来说也不着急，因为现在你传送交了，我也可以跟你拉扯来打，对吧？也没有技能了。然后也是一直回头注视着独栋密码机，但是这边木武士已经偷偷潜回去，90多，感觉这边交藤蔓都来不及，选择交一个加速，但是没用，密码机开了，传送没好，走的有点太远了，那只能就近管脸上这个人了。对的，但是想去管一下门啊，但如果现在去门的话，球商基本上都已经拉开了。想去弹，这边掉头关门，门没人。甚至说耳鸣都没有。往右边排一排的话，能出吗？出耳鸣了，那应该是意识到人在这个附近。然后就看是双11还是 S 版了。这边应该能看到。对。那基本上
前锋这边也没道具嘛，想要走的话还是有点难的。就我尽量把你的位置压在里面，不让你出去就行了。哦，地窖的话是在甲门的一个。对。那这波你要走这地窖，你要拖到飞轮啊，飞轮还有20多秒，28好像左右是吧？这边的话会一直用碎石压迫你，因为你在一个窄道嘛，你是躲不了的。没用，还走不掉的。那这个位置倒地，那也是求生方这边完成了一个平局。对。但今天状态大家都真的挺好的。对。你在不管是16的这边囚徒的一个16是吧？溜了将近差不多4台，就3台多的一个节奏，还是对吧？说监管这边下对局情况吧，因为毕竟这个阵容的话，其实求生方也是有假想敌鱼女的存在的。然后也拿出了前锋的点位的话，我觉得也会给到鱼女一些天赋上面的养位。他在中间的话也很方便去看一下4边的一个队友啊。对，没错。画一个灵柩。然后这个位置的话，大概率也是把叉子往来看一下这边。马吉在外面，但还是包中场去甲门追。但这个走位绕道了，还能接受吧？毕竟你没有收叉。他对这个叉子的准度把握的好准啊！因为他当时如果说走甲门的话，叉子会自动收回的。但这波的阿策他是没有注意到你的一个扔叉的一个认叉的一个位置过来的路线。哇，这样子的话，水系直接来到一个99的状态，下一波丢叉就能给到伤害。丢到阿策身上就有伤害啊！如果能拿一刀再丢叉的话，直接骗你浇花球，不着急，只要把你包在一个区域里面，你还是一样又走不出去，给一个收叉，爆到伤害啦！哇，那张狂马上亮起，马上就有一个自动冲刺，看一下前面，已经很难进行牵制了。亮了，那这样子的话，位置花球已经用光了，现在光是水汽就已经能给你叠上很多。知道一个走位，然后加冲刺收叉，闪现感觉要交了，直接给到一刀。对，这个祈祷时间还是很快。快了。主要还是每一波的收叉基本上都是给自己的拿刀做到了一些铺垫的。主要是什么？他其实佩佩这边很细节一个点，我包中场，那我如果说往甲门左侧走，我的叉子是自动回收的。对。但是我往甲门里面，然后再往左侧走，那个距离就不够回收。所以当时拉队的位置的话，他就被这个陷阱给被骗了。对，被骗到了。他一直卡在椅子，现在这个脚的话反而不会进入到那个。没错。这边的一个排点还在早。他也没有打这个半。是因为有幻灯师那个帮忙，还是能卡住的。对，那很极限的一个救人，然后加速离开椅子无伤救，救的非常好。下来的第一时间，阿策也给没错多加速嘛。因为这一波无伤救代表着鱼女的存在感也拿的少一点，而且前锋是有没有准备要去 OB 一下呢？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因为毕竟是满状态的前锋嘛，现在。对。一个花球，花球先出这个水圈。出水圈。然后83的一个水汽，主要是也是因为阿策他把闪现给逼出来了，对的，是可以去操作一下的。一个冲刺回游过来，水汽的话是延迟，给到了对一些辅助。那这样子的话，我可以选择一个比较优势的地方倒地，这样子前锋直接撞打下来打前锋了。那这样的话，两个人还可以继续配合。太欣慰了，终于看到前锋的 OB 了。那这样子的话，许久未见。哇，再一个小螺旋球，这样子的话再打一波眩晕。那有陈以正啊，所以这一波距离还是拉不太开。一个走位加速，躲了，他能出去这个水圈。83的水汽，这个走位很细节。卡梦还在旁边。没错，他给前锋叠。如果说前锋叠到25的话，是可以帮忙扛刀的。这边叠的好像没有断吧？应该，因为利用了一个加速，应该是。是。因为刚才是10。有一个加速的机会，而且没有抽到。那其实只要前锋在旁边，你还是不太好挂这个人。是的，那要包一个超级大圈，那前锋这边的话也是拉出来骗一个收叉，就大概率走了。这一波辅助把密码机都给拖得差不多了。是。刚开始上椅的时候，外面加起来才够1台，现在已经是整整4台。就把保平面拖出来了，可以这么说。因为现在我就有机会说我不救了这个人，对吧？卖掉不救。就你怎么包水汽也没关系，我现在外围的话开2台密码机，你追随我另外一边修。那对于鱼女来说，她就比难受，因为她这局带的是个张狂加挽留加闪现的一个天赋。所以说她目前为止只能被限制在这个椅子附近嘛。那你后面再去找的话，我相信他们也是会开第6台一个密码机。
主要是这个阵容的话，其实还是有入殓在的，所以说说法还是比较多。对对对，这里而且第一时间他没有找到具体想追的人，然后是的那边的密码机都已经是60多的一个进度了，要找入殓师吗？这对个阵容其实这个时候找入殓师，我觉得不太好。不太好。但是你不找他也不行。而其实佩佩的也知道，你不找的话，这个棺材我给谁不是给，对，对吧？你给别人的话反而会容易3跑啊，是的。不如就针对你这个点。啊，这边不着急收插。啊，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了，它已经是哦90多的一个进度，而且卡梦已经是贴门了。对的，这边的话尽可能就吃十几刀，不要吃到一个回油伤害。主要是他没对但带是有带回光返照啊，他不能被对秒啊，又不敢翻。我觉得找不行，实在不行就找个交互点开呗。对啊，对对，就这样直接亮灯。啊，直接亮。但是水系叠的有点高了，不追吗？不过他没有想追，我相信入殓师是见过所有人的。对啊，前锋他还有道具这，不追吗？棺材挪位置啦，紧急回头，知道不对劲。想把他，哎，但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就是想骗他把棺材挪过来吧，有可能。因为你一开始的话，棺材是甲门没地窖嘛，你可以这么理解。对，非常我甲门一定是没地窖的。飞轮交了，但是没有闪到，但是这个位置还是走不掉。是因为这个位置要走还是很难。灵柩放在这儿，如对的果他没挪双盘这个灵柩的话，冲去到啊，了那基本上就对你这波就算反生也没有没用，反作用正也是没用。对对对，一开始他灵柩是在独洞那个位置，如果能在这个地方倒地，独洞反生的话，他是有机会走嘛。对，特别好骗。因我觉得为我觉得他开门战之前追入殓师就是这个想法，你知道吧？对就是说我知道棺材不能留，你的棺材不能坏给别人。我觉得能称得上是绝活的一些角色，本身就选手他就能赋予他一些是的呀其他的一个上限。我们在之前的比赛当中看他选侠表现就知道了，那真的熟练度非常高，就很多一些跳点啊之类的，其实失误率很低。那我觉得这个的话，也就直接去找病患，对因为如果去鬼屋的话，其实玩具伤他非常公式嘛。好也是直接去起点站找一下梦露的病患。看一下这边排点吧，应该是能知道。哎，这个脚印其实漏的很明显啊。来给上一个远程的球，来看一下第二颗，应该是在你交，哎，骗到了。那这样子的话，2颗球上的很快啊，而且勾才交了。也都命中了。我觉得他对梦露来说，应该卡他最后的那个双重惊喜的时间，而且会比较好。然后举钩骗你往回走，然后其实是往2站这边去牵制。是的，再角钩拉距离，但是是一个翻越，那距离拉不太开。他其实大概知道你就一定在墙后了，所以知道还上了多一颗球，再上多一颗球。对，哇，哎，但没上到这里。是的。不过现在他的一个1阶技能已经开启了。其实如果说当时那个双击你再上多一颗球的话，现在就空中飞人解锁了之后，可以立马给到伤害了。现在躲一下这样的一个火箭啊，那交了移形之后呢，你这个钩爪拉不开太多身位，还是在我的双重惊喜范围里啊。那这边的话，看要不要倒了，倒了，而且还是个空震射，这个不应该给啊。这个存在感会给的比较多，这里还有个地下室。这样打一刀就2阶了，那下一波救人就有很大风险。然后说这一波救人都会有一定的一个压力啊。因为开启2阶之后，你的球是要本身会自带多1颗了，那这样子的话，2刀的概率很大。那看一下求生这边的一个选择，李宝是在外围去卡一卡，感觉不太会第一时间卡半了，因为那个位置离这个地下室还蛮远的。没错。主要也是病患他没有道具了嘛，在这里利用自己的一个分身定了一下位置。这边绕，感觉是要压满，或者不救。主要桥上也有另外一个人，对，看要不要去。但是我觉得不救或者压满，其实对于连景来说，他是能争多抓了这样子的。我觉得还是要救一下。哎呀，火星又炸空了。是小说他下去。小游家下来了，但小游家这边没有带化险为夷，救下来无济于事，开启2阶。2个人可能都会倒在这儿，有一个换位。对的，先换个位置，
看一下前面枯衣小已经丑过来开始保了，要去保，但看一下能不能接。这火箭火箭进入到冷却了。这也是稍微逼迫一下小说家，还是来追一下病患，因为这个时间点击倒淘汰的话，其实他也能接受嘛，因为状态外面实在太差了。我觉得刚刚他如果直接追病患会更好，不会让他拉这么多的一个身位。不过现在也是能够做到击倒的，因为确实没道具了。突然挂上桥上那边要去抢。然后但现在的话，小的加飞轮交了，树叶也交了，然后一个半状态，然后而且有2颗球，怎么说？有通缉啊，知道哭泣小丑的一个。对，移形过来找哭丑。其实哭丑的话，火箭把你火箭逼了，哇！这一局对于，我觉得这个道具交的好快呀，有点奢侈了，对，用的比较多。那这样的话，大家其实都是一个白板的情况下，哭泣小丑这边也不太好撑啊。是的，就是一个单化险为夷的一个状态。然后压迫过来，密码机最后它也在起，而且那个起的密码机是在起点站，如果是倒在鬼板的话，是可以把人往起点站那边去挂的。对的，躲了一个，但是对，没办法，飞人过来再给他一刀打倒。那把人往这边一挂，起点站那台密码机是不太好修的。是的，但是他是选择往2站底下挂。然后这边放一个板车，但我觉得年前来说，不挂了，对啊，我可以直接去管。对，挂了之后去管也行，不挂也行。挂的话可以多消耗一个化险为夷。看一下，主要是小说家目前来看，他的一个树叶的进度是比较少的，而且一直沉默要倒了。溜不动的。对，还差。好吧，我先不说了，我害怕了。等一下。还有一个粘土舞台，一个绕场谢幕就倒了，对不了，因为你毕竟飞轮跟树叶都交了，然后你这个还是比较难的。而且现在是把它压在了唯一的一台遗产嘛，是的，是因为玩具商当时是已经就位准备救人了，所以说他们也没有时间去多开一台，你还要去省哭丑的自愈，所以说要摸人。对，要摸人。那现在李宝只能跑到终点对面去修，然后这边排到了逼救。那这波救援救下来之后，其实对纯方这局要想着怎么跑一个了，因为你这边玩具商是没有回光返照的，你要把它弹了一个半状态，看一下，用飞人过来，主要以这边只要还有飞轮，但是没清掉球，倒了一点点啊，那这边还是一刀，那应该选择换挂了，这个距离小夏已经拉得非常开了，是，那换挂也完全可以接受啊，半状态的小说家在脸上他。只有一个换位嘛，然后外面的密码机差的也比较多。现在年锦手里的移形又好了，猫猫的位置也很远啊，他现在已经是到了鬼屋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这个人是无救了，不太好救。音乐好像没好，所以没好的话应该是不太愿意。对，但主要是你其实卖人的话，救的话好像喧嚣能判断出来你的位置啊。是的。对，我直接定到你了。如果这个位置能吃刀的话，救不了，因为我有移形可以回去。还是能3能4啊，这把。而且你现在在2楼的位置，你不下来你就不下来呗，你在鬼屋待着呗。你要救人，总要下来的。是的。那这个位置架住，双星期排一下，知道你在2楼窗户。这楼上放了一个魔术棒，好像楼上。飞轮清掉球，不错。对的，但这边红汤粘住，很难接近。击倒，再过来，怎么说能救到吗？还有个红汤，怎么说躲掉了？但是救下来之后再倒，但没用，还是一个比较难盘活的对局。对，就玩具商他走不掉。绕场谢幕给到一刀，先把小家挂上，另外门再点，然后玩具商再挂，感觉管门是应该来不及，因为是个移形啊。那就是一个3抓。3抓。现在距离还是有限啊。就感觉在放角色上面的话，我觉得还。然后，也不太清楚他们配合的一个节点在哪，毕竟心里也能多吃一刀。对。应该也是移形浪时。因为蜡像还是蛮怕求生，突然就给你坐个车人没了，那这样等你赶到的时候，身上的蜡也都掉光了。对。OK。但如果坐车的话，是看移形之后嘛。
赶上的话是时间问题，再加上你要做去3站的话，其实守墓人开局也不能第一时间修。是的，这把张狂挽留肯定是要的，张狂挽留移形，这样去争胜的话会更好。因为大概率就一次嘛，你要保证确保求生方只要就一次都会开启2阶，你才会有一个更快的终结能力。看一下两边的一个张狂底牌更拼了。求生这边的话是2个划线为1。我觉得张狂底牌它就拼到点是什么？就是我是一定要去4的一个节奏了。对，我要就不是3不3。我不跟你想时间的事儿了。对，3不3的问题了。因为时间的话你是没数的，但4是一定能赢的。对的。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打法也没问题。因为有底牌的话，其实你后期的一个说法会更多一点。如果说密码机控住，我是有说切时长啊，或者我切一些其他的技能的一些说法。没错，但是很明显啊，求生方这边的假想敌肯定一开始没有想到是蜡像，对吧？你看这边带着心理学带着飞轮就知道了，大概率想的说可能是一些乳头之类的啊，对对对。有钩嘛。然后限制这边双弹飞轮，对，我觉得也没有关系，因为像心理本身3刀的情况下，如果加上先知的配合，它是4刀的一个情况，就算说给你存在感比较多，但我只要一个上移节奏晚一点，那我队友反正就一次，对吧？外面的密码机，我尽量不要干扰得到，尽可能不要在你开。不要在你救人之前开启2阶，对吧？最怕就是说我在救人之前开启2阶的话，就可能比较危险了。那好的，现在进入比赛完，本场对决由 T1 的监管者对 NGR 的求生者解说出下球，凯文为你带来 COA 实时赛况解说。起追很果断啊，直接去找前站心理了。啊，这边蜡也是叠得非常快啊，已经是56了。对。但这边的话也是一个经典比较站台的绕圈嘛。那跳下去的话，你就会没有上蜡的视野，要稍微调整一下。是的，那也是压住你，不让你有上车的机会。但在外围拿刀的话，他肯定就是直接坐上去了。我看守门人他的一个破译进度蛮快的，感觉是没有给他点站台，对让自己牵制啊。对，这把就是基本上抢时间，倒地就救一次。而且这波我绕到鬼屋进去的话，里面的话他应该不进了。对对对，他想了一下，里面会顺路封一下这边那个密码机。是，那7刀，然后再上去吗？没有，再回站台这个。手里有飞轮的话，倒也有机会去操作一下蜡，但是现在身位已经拉近了。对，那我看下这边这个单板。对他现在又要看蜡，又要看抬刀。那这样子的话，倒地移形也逼出来了也行。对，但是有点干扰到机会。不过如果干扰桥上的话，我觉得他们也能接受，因为本来林兹他就是要救人的。对对对。干扰救人位的话，他们可以接受。目前来看的话，也是一个比较偏平的对局吧，因为毕竟他也没有给震慑，也开启不了2阶，然后这边我直接下铲，然后去拖你时间，你也没办法。是的，因为本身我也要提前来贴这个人。对。你想远程封一下鬼板。没错。这要卡半救吗？想的是。可能想先卡半带走吧。哎，别啊！我。天哪，太恐怖了！屏幕前所有人停止呼吸，那一瞬间感觉烤鸭带入进去了。不是他上手那一刻，我被吓到了。然后还是守门人掏人速度掏得很快，对他也是想骗的，就是想摸一下我骗出刀。能无伤就无伤，那你看你出刀了，我就松手。对。然后这个位置的话，救一波也是在于说可以把人给带走，对吧？因为他们要现在开的是对面半场2台。然后佩佩也意识到了，尽可能是把人往回挂，但这个位置挂到那边能挂到吗？感觉有点极限，看一下，在这边应该是没问题的，要挂上了，可以。那这样子的话，2台机子都封住，那这样子对于佩佩来说，拖时间争多抓的机会有一点，对吧？因为现在你卡木要救的话，首先你要开2阶，哇，这个什么意思？预判。对，觉得你在上面蹲着嘛，我就往中间这个方向瞄准。对，因为卡梦这里是不能给上到很多蜡去救的。没事，有1鸟，他就是肯定能救下来的。给鸟，然后救下来，但是就是害怕扯下来，
摊双倒。对，身上是有火辣，不过佩佩还是想去打一个针对啊。对。那这样的话，阿策还是跟刚刚飞轮还躲一刀，减缓了自己的一个倒地时间，而且离密码机更远了。是的。我觉得鬼版那台密码机是有希望开的，但是守门人那台会稍微差一点点。没错，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分开两边点门，我感觉机子好像不太够，得拉走。他们如果激进就2个人合修，不激进就拉开补。拉走了，因为你现在是移形好的，然后也不知道有没有底牌嘛。对，如果说没抢掉嘛，我移形过来2个人全在这儿，那就碰着一个4抓去了。是的，移形过来，嗅觉能嗅到吗？脸上的人在哪里呢？人可是提前就蹲住的，想要拉快去判断到了，对的。但是有铲子啊。那守门现在看他们还要不要这台密码机？这板都下了，而且这波移形交有个信号是什么？就是你开门战前没技能了。对，而且佩佩他没有第一时间秒人的话，他就害怕有人来补这台大遗产，所以说他不会太深追守门人。那卡梦那边兴起的一台密码机进度已经跟上了。没错，然后先这边的话自己去鬼板6。2个人其实就拉扯这台，先知追的深了，那守门人就回来；你追守门人，先知就回来，然后这慢慢的卡梦那台密码机就拖出来了。拖出来我感觉都可以直接亮，因为正好等这边的一个真空期啊。对的。技能它是好不了的。那我现在要去追了，砸板啊，可以吸秒，回得很好。还在博弈，这边是不太敢过板了，要封一个拉快，但是死铁他已经拉走了。那密码机现在是压好的情况，直接亮，守门人是直接点大门。哎，抽刀，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你也没有挽留，没技能啊，你反身去找守墓人，守墓人这边还有铲子，而且这个距离你要先封门，抛蜡的距离感觉不太够。不过82不敢点了。因为他可能还要再牵制一会儿，要拖一个先知跑门的距离。包括说压机的人，他也没有第一时间贴门。对的，所以这边的话，守门人还是有一个牵制的任务在身上的。那守门人还是非常克制到蜡像的呀。对，我只要下铲，你这个蜡就相当于没有了。门已经点上了，铲子的进度的话还有1/5，可以就等他自然。哦呦，还想我还要操作一下，把它弹到板子这里。想要去秒掉啊，但有一个受击加速，没定住去热蜡。那还有一个交铲的机会。哇，那够了，砸板了，这没办法了。也是赶紧投降，因为他们对是拿下了本场比赛。对，那也是恭喜 GR 获得了本场比赛胜利。